男孩做动画导致猝死，穿越成小说里的贫穷路人甲，还觉醒了坑爹的狗腿系统。当系统让我赶紧抱好男主大腿时，我直接一脚把系统踹飞，转身便成为了恶毒男配的小跟班。抱歉，老子看过这本书，男主穷逼还抠门，恶毒男配才是好大哥，重情重义还大方。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抢夺男主气运，改变男配人生，走上了人生巅峰之路。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我们宿舍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转校生，他身高1.8米，身后跟着10几名保镖。说一下，我叫周野，我这个人喜欢安静，所以在学校食堂我有单独的包间，同样喜欢安静的可以一起吃饭。还有，我这个人不喜欢弯弯绕绕，如果需要帮忙，直接说，本少爷肯定办。我听到这霸气到无与伦比的话，感动的都要哭了。被一中开除后，我立刻就转到了3中，就是为了周野。千盼万盼，终于把恶毒男配给判了。宿主，你要干什么？你的思想很危险啊！他是恶毒男配，你的下铺才是这本书的男主，只有他才能拯救你的悲惨命运。宿舍里7个室友，周野取出7张银行卡，一人发了1张。这里面有50万，你们先打着花，不够了就问我要。室友的眼睛都直了，我更是热泪盈眶。自己家的收入，全家加起来也不过10万，这一下子就是全家5年的收入。有了这50万，自己一家4口就可以从10平米的小房间里搬出来了，还可以为弟弟治疗瘫痪的双腿。就在此时，宿舍里响起了一道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哼，看不起谁呢？有钱了不起啊！这里是学校，可不是让你耍威风的。”说着就把手里的银行卡给扔了。周野的脸色极为难看，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不给自己面子。舍友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50万，自己要还是不要？宿主，你的机会到了，赶紧也把银行卡给扔了，怒之恶毒男配。扔了，我才不干！说着，我直接冲过去，把地上的银行卡捡了起来，说道：“我需要，大少爷来施舍我吧，来看不起我吧。”周野有了台阶下，摆手笑道：“练气6重，实力差点，不过是个眼力见的，你以后就是我的第8个跟班了。”好的，老大，我叫林希塔。我立刻就接受了成为周野小弟的事情。系统不乐意了，他在脑海里咆哮：“宿主，你在做什么？他是恶毒男配，你忘了？你和恶毒男配被男主烧死的结局也忘了？你在狗叫什么？这事还不是怨你，老子好不容易穿书一回，赶上你这种狗腿子系统。”宿主，请注意言辞，本系统是打赏系统，不是狗腿子系统。只要有大哥打赏，你就会知道本系统的神奇。还不是一个调样，童子，你在干什么？老子都把灵晶攥到手里了，你还不给我变成打赏值？系统无言以对。过了一会，才不情愿地响起提示声：检测到周野打赏1000灵晶，已转换成1000打赏值，宿主可随时将打赏值转换成灵晶。哎，这就对了。我刚和系统沟通完，就听到耳边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哼，狗腿子！”哦，狗腿子，弟兄们，萧何骂你们是狗腿子。室友看向萧何的目光十分不满：“他妈的，你不要就算了，在这瞎吧唧什么？我没有，你不要胡说。那你说谁是狗腿子？因为啥是狗腿子？”萧何一时语塞，恨恨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推门而去。周野哈哈大笑，又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个储物袋，塞进我手里：“以后你就是我周野的兄弟，拿去花。”检测到周野打赏500灵晶，已转换成500打赏值，宿主可随时将打赏值转换成灵晶。谢谢大哥，我开心地笑了。周野本是在京城贵族学校就读的学生，为了心里的白月光，才转回家乡河市最烂的一所高中。好巧不巧的是，白月光的梦中情人就是书中男主萧何。如今看到萧何吃饼，自然很高兴。宿主，你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童子淡定。宿主，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得罪男主了？我知道啊，童子，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沙比是吧？老子穿书2个月了，和男主生活也有1个星期了，他给我1本秘籍1枚灵晶了吗？可只有男主才能改变你的悲惨结局啊！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自己最可靠。系统更跳脚了，周也是恶毒男配。我直接打断系统的话：“哦呦呦，恶毒男配怎么了？吃你家米了？这事说到底还得怨你，人家穿书绑定的都是什么龙王系统、气运系统，你咋是个狗腿子系统？童子，你说我明知道没好结果，还去抱周野大腿，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你啊！男主是穷逼还抠门，拿什么打赏？当鸭吗？没有打赏值，你怎么升级？怎么换好看的皮肤？见了其他系统你能抬起头？反观周野，何氏第1富2代，对兄弟们大方至极，灵晶几百给，丹药成盒送，法宝成套赠。我为了你毅然走向不归路，你不说感激，还对我大呼小叫，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白眼狼？是不是丧良心？似乎有点道理，我是不是有点过分？要不道个歉？我懒得和系统掰扯，直接屏蔽了他。这时7个人推门而进。老大，我打量着他们，心想道：这应该是男配的跟班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还有自己这个心。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新成员林希塔。周野搂着我的肩膀问道：塔子，你用什么法宝？横刀。巧了。周野笑着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把火气逼人的横刀，2品烈焰刀，拿去凑合用。跟班甲乙丙丁戊己庚眼睛倏地红了，他们拜大哥的时候可没这么好的见面礼。简单的自我介绍后，甲乙丙丁戊己庚回了自己宿舍，我则是躺在了床上，心里感慨万分。前世没日没夜的做视频，月收益才3000块钱而已，结果刚认了大哥第1天，直接就有了150万。为了150万，男主又能怎么样？搞他！书中的高310分的清闲，该教的都教完了，现在最紧要的就是提升修为。这个世界的
1985修真高校，只有到了筑基期才能报考。而书中对修为的划分十分简单：炼气、筑基、营脉、金丹、元婴、化神、合体、渡劫、大成，每个级别分9重。童子在干嘛？卧槽，你怎么还哭上了？我穿成了小说里的贫穷路人甲。当我看到男主扔了恶毒男配送的银行卡，并呵斥他我不需要你的施舍，还说别瞧不起我。莫欺少年穷，我立马捡起了那张银行卡。我需要，大少爷来施舍我吧，来看不起我吧。恶毒男配头一点，从此以后我变成了他的小跟班，走上了人生巅峰之路。随后我更是将天天叫我抱男主大腿的系统训斥一顿，不曾想系统竟直接哭了起来。卧槽，你怎么还哭上了？为我的行为感到愧疚。行了，我原谅你了，别哭了。现在打开系统，让我看看你的神奇。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块平板电脑大小的屏幕，屏幕上有3个 PP： 购物商城、抽奖中心、打赏记录。我点开购物商城，列表上只有一个商品是亮着的，其他全都灰蒙蒙一片，连是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然后商店下面则是一行小字：打赏值1500。恭喜宿主打赏值超过1000，解锁第1件商品洗水果，累计打赏达到1万，可解锁第2件商品。童子，这洗水果和市面上的洗水单是一个道理呗？市面上的洗水单算什么垃圾？系统出品，全是精品，防毛洗水的成功率100%，成功率100%。我眼睛一亮，市面上成功率只有20%的洗水单，售价就高达5万零金，这100%成功率的洗水果不得是天价啊！童子，如果我兑换1颗洗水果，卖个高价，再兑换成打赏值，岂不是赚大发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对不起，宿主，本系统为打赏系统，出售系统商品，宿主自身经营所得无法转换成打赏值，只有大哥打赏的零金才能转换成打赏值。晓得了，童子，兑换1颗洗水果。洗水果已成任务品栏，可凭意念提取。提取。我瞅着出现在手心里这枚看起来就好吃的果子，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毫不犹豫地把果子吞入腹中，旋即一股热流散入4肢百骸，暖洋洋的很舒服。往日里因为身体不好所缠绕着自己的虚弱感已经荡然无存，就仿佛洗水果荡平了我的病灶。约莫半个小时，体内的热流消失，我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往日里因为营养不良缠绕着自己的虚弱感荡然无存。且不说这枚果子能不能伐毛洗水，提高修炼天赋，就是它改善自己体质的功效，已经让我感到满足了。舒服。兑换了1枚洗水果，打赏值还剩下500。我点开了抽奖中心，里面是一个花花绿绿的转盘，有指针，有按钮，按钮旁边一行小字：每次抽奖100。我直接按下了开始按钮，转盘哗啦啦开始转了起来。随着我在脑海里一喊停，转盘开始减速。恭喜获得1块反钻，已存入物品栏，物品栏内物品可随时凭意念提取。尼玛，人家觉醒系统不是抽牛逼宠物，就是逆天技能，到我这里就是1块板砖。自己总共还剩500打赏值，花了100就抽了1块板砖，可是就这么停手，自己也不甘心，于是我又连续点了3次。恭喜获得1块板钻，恭喜获得1块板钻。板砖你大爷呀！板砖，自己脸这么黑吗？童子，我需要一个解释。检测到宿主正处于安全的环境中，中大奖的概率为5%。那95%是大板钻。我操！那怎么提高中大奖的概率？宿主所处的环境越危险，抽到高等宝物的几率便越高。我脸更黑了，这尼玛是什么鬼机制？敌人正拿着40米大刀砍我，我特么先抽个奖压压惊。我正郁闷呢，看到老大周也正在擦拭着他的开山斧，突然福至心灵。老大，求你个帅呗！啥事？说。用你的大斧子劈我。周野的动作骤停，奇怪的看着我。你小子有病吧？就你这身板，能扛得住我的开山斧？不是真劈，开山斧快劈到脑袋的时候，马上停手。周野一副看神经病的模样，但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周野高举着开山斧，威势逼人。开山斧携着凛冽的斧锋对着我的脑袋就劈了下来。我立马按下了开始按钮，开山斧距离我的额头只有0.01公分。大转盘在1/4秒后停了下来，良久之后才传来了系统播报的声音：恭喜获得满级鬼刀走位法诀，已存入物品栏，可凭意念学习。怎么，童子你不乐意？宿主，你这是卡 bug。切，你就说我有没有违规吧，懒得和你说了。学习鬼刀走位。一个光团在脑海里炸开，不一会儿，鬼刀走位就融会贯通。童子，这鬼刀走位怎么样？筑基之下你无敌，筑基之上1换1。还有没有刀法、剑法、枪法什么的？抽1送1吧。系统已经短暂丧失了语言能力。塔子，你好了没？这时周野开口问道。我回神一看，周野还举着开山斧呢。我连忙笑道：好了，谢谢老大。神经病！周野收回了开山斧，回到了自己床上。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做着训练，就看见一个模样清纯的女生拉着萧何就冲了练武室。女生直奔周野。好啊，第一天到3中就欺负同学，大少爷的脾气改不了是吧？我心中了然，这就是书中的第一女主柳如烟了吧？班上同学立马停下了手上动作，齐刷刷看向新来的周野。周野有点懵，我干啥了？柳如烟发火道：干啥了？仗着自己是何氏第1富二代，就可以欺负萧何哥哥了吗？这时萧何对着柳如烟说道：如烟，我没事，像我这样家境贫寒的人，本来就该让着他们。柳如烟看到后心疼极了，满眼都是姨母的光芒。周爷，看你干的好事。
周野大吼道：“我没欺负他。”不少同学脸上露出同情之色，还有些人开始对周野指指点点。第一天来3中就欺负人，这可如何了得？行，别说话，你们不知道吧？这可是和氏第一富二代，小心打击报复你。周野真可恶，就会欺负萧何，欺负了还不认。是啊，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在学校就无法无天了。我扫了2人一眼，男主的2个跟班，在原书剧情中，只要男主和周野起冲突，这2个人就在人群中带节奏。听到同学们纷纷附和，柳如烟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寒声道：“周野，立刻给萧何哥哥道歉。”我就算是和氏第一富二代周野，只要碰到女主，脑袋就降至，卑微到了极点。欺负了人就得道歉，这里是学校，是公平的地方，不能靠着家里有钱就为所欲为。明明是无恶不作的黑帮团伙，却被地方评为惩奸除恶的精神文明单位，甚至作为黑帮头目的你，更是被地方领导评为先进个人标兵，就连当地警察都要找你们帮忙，只因你穿越到一个黑帮大佬身上，并且觉醒了罪恶值系统，你每制裁一个罪恶之人，便可吞噬对方体质为自己所用。此时的一间豪华酒店房间内，刚穿越来的你看着床上瑟瑟发抖的女孩，随口问道：“还是处吗？”“是的。”“我不喜欢没经验的，你走吧。”李芷云怔住了，看见重新穿上衣衫的你，顿时吓得面无血色。野哥，我什么都给您，我主动，我自己来，您要我做什么都行，求求您放了我妈。把衣服穿起来。您知道的，我妈只是个环卫工，身体也不好，求求您发善心放了她吧，我以后天天伺候您。住手！穿上衣服回家，我不会找你们麻烦。李芷云有点懵，下意识停下手中的动作，手足无措地坐在床上。自己如果真的一走了之，妈妈又该怎么办？李芷云刚想开口祈求，只见你忽然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我已经完事了，把老家伙放了吧。你挂断电话，只见女孩已经擦干了眼泪，正傻愣愣地看着你。罪恶值系统激活，附带善恶之眼和吞噬功能，每制裁一个罪恶值超过50之人，可吞噬其全部体质，达到一定标准可激活其他奖励。你呆愣了一会，唇角渐渐勾起一抹笑意。恶人还得恶人磨，这个系统不错。床头柜上一台充话费赠送的杂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李芷云迫不及待地拿过手机，看见号码瞬间松了一口气。妈，您安全回家了。没有，没人欺负我，只是一起吃个饭，我一会就回来。你用善恶之眼扫了他一眼，罪恶值-27，数值是负数，属于系统认定的好人，好人应当有好报。你正要开门离开，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怯生生的女声：“谢谢。”你笑了笑，走出套间，来到酒店楼下。老大，场子新来了4个妹子，要不要去给他们辅导辅导？算了吧，腰子还没恢复呢。好奇心作祟，你又打开善恶之眼，对着6个小弟扫描过去，6人头顶立马就像红色的灯泡，浮现出一行行血色的数字。奇怪的是，竟然有一盏绿色的灯泡夹在其中，看起来非常格格不入。扫描结果让你微微惊异，前面5个数值都比较接近，也符合你的预测，都是7行霸式的黑社会，虽不是好人，但还够不着系统死刑的标准。可是最后一个外号叫丧彪的就很不正常了。-24，身在烈火帮这种欺男霸女的黑帮，罪恶值竟然负得这么高，这人是个卧底吧？你若有所思地瞥了丧彪一眼，心中隐有怀疑，也不多言，看了看时间，提议道：“回厂子吧。”回到帝皇会所后，你关上房门，打开保险柜，找到丧彪的资料。丧彪原名冯家彪，22岁，入帮经历1年前因为袭警和猛子关在同一个监仓，期间和猛子不打不相识，3个月后一起出狱，经猛子介绍加入烈火帮。个人经历：初二辍学后一直混迹于社会，有多次伤人前科，家庭背景：父母双亡，无妻无儿。个人评价：身手很好，讲义气。你放下资料，笑着摇头。资料编得挺好，应该是哪个警校刚毕业的菜鸟，还没受到社会的污染，所以比较正直。你将资料放回保险柜，又拿出刚刚买的管理类外文书籍看了起来。没过多久，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进来。猛子和丧彪推开门，表情凝重道：“老大，帝王厅出事了，老六抓到了一个卖冰的。”卖冰？你指节无意识地敲着桌子，想不到刚刚接手原身的产业就碰到了这种棘手的事件。聚会回答。帝王厅此刻包厢已经被清空，一个20多岁的刀疤脸被反拷在了椅子上，朱老六正在旁边拿刀看管着他。3人走进包厢，你瞅了一眼朱老六，沉声问道：“什么情况？”朱老六指着桌上用小塑料袋包装的几袋白色结晶，骂骂咧咧道：“这个小崽子偷偷来店里卖冰，正好卖到了一个熟客的头上，被我何小七抓了个现行。已经搜过身了，东西都在桌上。”你拿过桌上的一包塑料袋，掂了掂重量，脸色越来越冷。这几包加起来，重量远远超过了50克，如果被抓到就是妥妥的死刑，甚至连自己都要受到牵连。有产业的老混子根本不愿碰这玩意，谁碰谁死，再大的保护伞都保不住。只有一些刚出道的愣头青，或者是一些亡命之徒才会沾染。然而刀疤脸明显不是愣头青，所以他的身份很值得怀疑。你放下塑料袋，你是什么人？刀疤脸受制于人，神色却异常镇定。毒蛇帮眼镜蛇。众人闻言微微变色。毒蛇帮是省城西林市最近串起来的一个黑道组织，以卖盐为生，帮里都是一群亡命之徒，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专做别人不敢做的买卖。小齐看不惯刀疤脸的拽样，拿起刀背拍了拍他的脸。毒蛇帮怎么了？这里是清河，别说你一条小蛇，是龙你也得给我盘的。你挥手打断小齐，冷声说道：“毒蛇帮就不用守规矩了，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敢用我的场子散货。”刀疤脸
脸自知理亏，思索片刻道：“之前是我的错，我也不是不懂规矩。如果你同意，后面我们可以合作，我让一部分利润给你们。”规矩你人赃并获了就知道规矩了。猛子脑子缺根弦，有时候做事一板一眼，有时候又比较跳脱，看到拽的人就比较跳脱。正如此刻，刀疤脸右眼被打得铁青，疼得龇牙咧嘴，表面上还挺硬气，怨毒的瞪着猛子，表情机遇责人而视。瞪你，老子把你眼睛挖了！猛子做事还要动手，你伸手拦住他，对朱老六三人吩咐道：“你们先出去，我和他单独谈谈。”朱老六还以为自己老大有想法，凑到你耳边低声劝道：“野哥，这玩意可是治安署的眼中钉，沾了就是死，只有最烂的混子才会做这种买卖，我们可没必要惹这种麻烦。”你没有搭理，低声呵斥道：“都给我出去！”朱老六叹了一口气，沉默不语。最终几人无奈退出包厢，等其他人走后，刀疤脸率先开口：“野哥，我可以吃点亏，让出一半利润，就当是对之前事情的赔罪。”你没回话，而是打开系统探测对方的罪恶值。刀疤脸头顶上立即浮现出黑色的数字，罪恶值76，超过50就是黑色，就已经算是罪恶滔天的人了。你心里一乐，捏了捏刀疤脸的肱二头肌，还挺强壮的，平时经常锻炼。是经常健身，我们这一行要跑得快才行。再说我只卖不息，体质肯定比那些道友强。不错，有原则。你赞了一句，随后掏出手机给小齐打了一个电话，带一个大行李箱过来，要扎实一点的，不要声张。你要干什么？借过钱的都知道，套路贷不仅利息高，而且收债方式更是黑的可怕。而这名女大学生因父亲病重，向贷款公司借了2万块钱，可还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欠款竟高达53万。你作为觉醒善恶系统的黑帮大佬，需要改变这一切。带一个大行李箱过来，要扎实一点的，不要声张。你要干什么？给你下次运货用的，我特意要个大的，可以多装点。我是真心想和你合作的，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没理会，拿起自己的臭袜子揉成一团，塞进了他的嘴里。没过一会，小齐提着一个硕大的行李箱推开包厢门。野哥，你要这玩意干嘛？打晕他。刀疤脸一脸惊恐，吐出臭袜子，含糊不清的说道：“你们要干什么？不。”可惜他话只说了一半，就被小齐一个手刀打晕了过去。老大，准备怎么处理？把他铐子解了，装到箱子里，然后去江边。小齐心里一惊，却没有开口询问，而是将刀疤脸装到行李箱，然后驱车和你来到清河市江岸。野哥真的做了他。你看着漫漫江水，漫不经心的回道。小齐担心无比，他既不希望你涉足这玩意，也不希望得罪毒蛇帮，内心非常纠结，但最终还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毒蛇帮这帮吃花生米的可不好惹，要是知道是我们动的手，肯定会上门寻仇。要不吓唬吓唬算了，让他们拿钱赎人。不用，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帮丧家之犬是治安署的眼中钉，敢不敢来清河还是两说。见你心意已决，小齐张了张嘴，还是将话咽进了肚子。50罪恶值以上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找，毒蛇帮都是人才，这种人想来应该很多，倒不如来个引蛇出洞。野哥，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有钱，我给你钱。此时行李箱内忽然传来一道求饶声，原来是刀疤脸已经醒了，隔着箱子听到了二人的对话，直面死亡的恐惧让他惊骇欲绝，在箱子里拼命挣扎。一个装着活人的行李箱急速坠落，在江面上溅起一道浪花，越沉越低，空气骤然沉寂，二人愣在原地面面相觑。半晌后，小齐喃喃问道：“这算自杀吗？”对于这个问题，你也是一脸懵。你原本想让小齐操刀测试吞噬功能需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才有效果，结果刀疤脸七拱八拱的把自己拱下了江。片刻后，一股热流传遍全身，你心中一喜，原来这样操作也有效果，只要在自己受一下制裁的人应该都有效，这样可操作空间就大多了。你舒缓手脚，适应着身体增加的澎湃力量，你感觉到除了力量、防御、速度、耐力，就连视力、听力和自愈力等等都有了相当大提升。而同一时间，距帝豪会所5公里外的一个天台，丧彪正在和一身穿灰色夹克的男子汇报情况。今天有个毒蛇帮的人来场子里卖冰，目标人物曾单独和他面谈，我怀疑双方有合作打算。毒蛇帮的人在哪？目标人物中途曾将我支开，等我回去的时候，毒蛇帮的人已经消失，目标人物也随同消失。估计他们一起去验货了，这是个重要情报。毒蛇帮是西林市的毒瘤，上面一直想要铲除他们，却苦于这帮人实在是太狡猾，要抓住这条线，顺藤摸瓜深挖下去。我会努力的，一定要将这帮人渣绳之以法。烈火帮的事也要抓点紧，顺着目标人物这条线和他们高层混个脸熟，争取早日打进核心层。暂时还接近不到帮派高层，我会继续跟好这条线的。加油，这个任务完成，你就可以转正了。老大，老六说小贷公司那边来了3个还不起贷款的女大学生，请您过去看看。你这才想起前身还私下开了一家宏泰小贷公司，业务对象以大学城的女大学生为主。原本的打算是通过套路贷逼着他们去会所上班，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不过目前才营业几个月，想不到这么快就来了生意。走吧，一起去看看。
老大，这批货不错，您看看有没有中意的？你点点头，目光依次扫过3名女生，3人既然能达到公司放款标准，长相确实都还不错。你收回视线，平淡的问道：“都是什么情况？”朱老六递过3份合同，低声说道：“最左边的叫何圆圆，借款1万，已经还了1万3，连本带息还有28万；中间的叫苏瑶，借款2万，已经还了1万6，连本带息还有51万；右边的叫林小雪，借款1万6，已经还了1万5，连本带息还有32万。这个利息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就连黄世仁都要甘拜下风，还生祖师爷吧？”你接过合同，随手翻阅起来，猛子则是按照惯例开始恐吓：“这么多钱可不是小数目，你们打算怎么还？何圆圆，你先说。”我慢慢还。说具体点。我1个月还1000，行吗？欠28万，你跟我说1个月还1000。何圆圆身躯轻颤，1个月1000块钱已经是她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值。她很想驳斥对方，可是面对这凶神恶煞的一群人，她根本没有勇气反驳。28万对家里就是个天文数字，就算卖掉家里唯一的住房都不能解决。她心里无助，眼神呆滞的看了一眼窗外。这里是18层，或许跳下去就能一了百了了吧？丧彪见他走神，拍着桌子大喝：“1个月还1000块钱，你还个屁啊！利息都不够。”哦。那你觉得每个月还多少合适？小丫头也不容易，就让她加一点，每个月还1200吧。老大，您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阿彪，看不出来你还挺善良的。朱老六瞪了丧彪一眼，在旁边插话道：“这么还款肯定不行，太慢了。去坐台，坐满3年免除债务，每个月还给你1000生活费，能接受吗？”听到这话，何圆圆吓得浑身打颤，一脸惊恐的看向朱老六。都是18、19岁的人了，当然懂坐台是什么意思。朱老六又接着问中间最漂亮的女生：“你欠的最多，准备怎么还？”“你们利息太高，我根本还不起。”“那就去坐台吧。林小雪，你怎么说？”林小雪年龄最小，已经被吓破了胆，连头都不敢抬，小声的啜泣着。丧彪将3人的表情看在眼里，心里非常纠结。卧底的每一天他都倍感煎熬，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良心上过不去；要是制止了，很可能又会暴露自己，导致前功尽弃。犹豫了半天，他还是决定收集证据，通过别人之手举报，哪怕为此暴露自身。见3位女生全部屈服，朱老六心满意足，和你挤眉弄眼说道：“老大，这3个都还不错，要不要挑一个回去试情？”你没有回答，而是拿起合同递给朱老六：“帮他们算算，按照原本的年化利息20%，连本带息还欠多少钱？”此话一出，现场忽然安静下来。3个女生也是一脸茫然，傻愣愣的看着你。她们借款的时候谈好的利息就是年化20%，这个利息只比银行高一点。她们还以为这是一家和银行类似的贷款公司，后来才知道合同留有空白，存在猫腻，自己中了套路贷公司的圈套。快点算！朱老六立马拿起计算器，飞快地计算出结果。按照这个利息，苏瑶还欠5600，林小雪还欠1800，何圆圆，何圆圆怎么了？我们还要倒找她1400块钱，重新打个合同，让他们1个星期之内把剩下的钱还了。你将3份合同撕掉，然后从保险箱里拿出1400块钱递给何圆圆。看着递过来的钱，女孩脑子猛成了浆糊，杵在原地，半天都不敢接钱。明明是这个人将自己推入深渊，为什么又要将自己从深渊里拉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陷阱？怎么对利息不满意？你皱眉道：“满意。”何圆圆忙不迭点头，怯生生问道：“那我可以回家吗？”挥了挥手：“走吧，下次不要来了。”何圆圆接过钱，胆战心惊地向门外走去，1步2步，她想跑却又不敢。等一下，身后忽然传来你的声音，何圆圆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处在原地不敢挪步，心中更是惊慌失措。难道他又反悔了？以后借钱去银行，别找小贷公司了。我知道了，谢谢你。女孩被老师冤枉偷钱，还要求她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下跪道歉。不堪受辱的她从3楼一跃而下，校长不仅不处分凶手，甚至还说一切和学校无关。我身为觉醒善恶系统的黑帮大佬，开启大型惩治现场。而此时的我刚走到她家，一个6、7岁的小女娃从店内撒丫子往外跑，后边跟着一个一瘸一拐的女人，追着女娃骂。孩子一边跑一边哭喊：“没有，就是没有。”女人看见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小野，你来了。”孩子怎么了？不听话，竟在学校惹事。我没偷就没偷，还敢犟嘴！江姐抬手就要打孩子，我伸手拦住江姐，先听孩子把话说完。而邻居的二丫和小梅听到这里的动静，也从隔壁店窜出来拉架。江小河见有3人支持自己，胆子大了很多，鼓着小脸说道：“王老师冤枉我偷钱，我没偷。”小孩子逻辑不太好，絮絮叨叨说了大半天，我才听明白了大概。这孩子今年6岁，在附近的红星小学读1年级。昨天下午进班主任王海芬办公室拿资料，结果王海芬说抽屉丢了1500块钱，非要说是小何偷的钱。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我们穷也要穷的有志气，手脚一定要干净。他没受过多少教育，对老师天然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和崇敬，觉得老师说的肯定不会假。我没有，我就是没有。小何还在极力辩解，我用罪恶值系统扫了他一眼，负7。我心中大致有数，朝小何说道：“叔叔会看手相，只要看了手相就知道你有没有偷钱，你敢不敢给叔叔看？”我敢。小何迫不及待地将手递了过来，我装模作样的看了一会，然后揉了揉他的小脑壳。
叔叔已经给你看了手相，原来真的不是你偷的。小女娃拼命点头，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正在这时，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来到店门口，眯着眼朝里面张望。这里是江小河家吗？江姐连忙一瘸一拐地迎出店门，客气招呼：王老师，您怎么来了？我一直在注意着小何，自从王海芬来了以后，他就紧张无比，小手下意识牵住了自己的裤脚。看来他是对这个所谓的老师害怕至极。我拉着他的小手说道：别怕，去把事情解释清楚。小何拉着我的手，胆子大了一点，走到王海芬身边，抬头说道：王老师，我没偷钱。王海芬面无表情，一声不吭。江姐看出情况不对，连忙按住女儿的头，呵斥道：还敢犟嘴！老师为了你的事专门跑一趟，快给老师鞠躬道歉。王海芬侧身让开，这不是道歉的事，你们必须尽快把班费补上。江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红票递给王海芬，恳求道：我身上只有300块钱，还有1200，等我明天再补上，行吗？王海芬接过钱，脸色愈加不善。明天下午3点之前必须补上，过期了我就要报警。江姐连忙应承下来，心里暗自算账：你这老师怎么这样？你亲眼看到小何偷钱了？他昨天下午去了我办公室，随后钱就丢了。昨天下午去你办公室的只有小何吗？江小何在旁边掰着指头：还有李博瑞和欣桐，他们俩绝不会偷钱。王海芬斩钉截铁地说道：总共有3个人，你为什么觉得就是小何偷的钱？小梅一脸不服，王海芬更是不屑：李博瑞家是开公司的，和欣桐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俩家都不缺钱，不可能偷钱。王海芬的意思很明显，谁有钱谁占理。江姐心里不服，却又不敢反驳，还用眼神制止了小梅。她只想花钱妥协消灾，连忙说道：明天下午3点之前，我一定把钱送过去。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们红星小学是城南最好的小学，绝不允许有盗窃恶习的害群之马。一句话将江姐吓得手足无措。老师，孩子还小，您能不能饶了他这一回？王海芬毫不理会，口气愈加强硬：江小何这种情况不适合在我校继续就读，以免影响其他学生，我会上报学校开除江小何。听王海芬说要开除小何，江姐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可如今王海芬一句话就要剥夺女儿的受教育资格，她怎能接受？快求求老师！江姐连忙拉着女儿就要一起跪下，小何不再执拗，双腿一弯就要下跪。王老师，求求您不要开除我！别跟我来这套，你就算磕100个头都没用，我们学校绝不能容忍小偷。王海芬说完扭头就走。一个班主任就能随便开除一个学生，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问问徐耀明有没有这个权利？自己原本是不想掺和这种事的，这不是能简单通过暴力解决的事。小何毕竟在这女人班上读书，得罪了她以后难免被穿小鞋。可是这女人已经把话撂下了，情况已经很糟，就算再坏也坏不到哪去。要不要我让徐耀明和你说话？我掏出手机做拨号状，一提到徐校长，王海芬的气势瞬间变为了一减。那个不用了。徐校长是他顶头上司，他不想得罪，但也不是很在乎。最终王海芬没再提开除的事，一声不吭离开了现场。等王海芬走后，我告诫道：他不会开除小何，不过在他班上念书，以后还少不了麻烦。换班级非常困难。再说，就算换了一个班，谁知道遇到的又是什么老师？我明天把钱补上，再给他送点礼。现在这个世道，谁不送礼，老师就会给他家孩子穿小鞋，到哪儿都是一样。卖项链除去1200，还有800块钱，给王海芬送个500块钱礼。留下300块钱吃饭，只希望王海芬别再为难孩子。小何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绝对不会偷钱。二丫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自己的娃，我怎么不知道？没偷又能怎样？王海芬是他班主任，小何想要上学就要顺着他，我们这些人犟不过他，就算赢了，面子也输了里子。我沉默不语，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吧？明知道被冤枉，明明受了委屈也得忍着。二丫阿姨、小梅阿姨、周野叔叔，我没偷钱。小何又开始生起了闷气，他知道1500块钱对家里不是小钱，他们每天吃青菜吃土豆省钱，一年都攒不了这么多，而且给了钱就是承认了偷窃的罪名。江姐蹲下身揉了揉女儿的脑袋，妈妈知道你没偷钱，阿姨知道你没偷钱，叔叔也知道你没偷钱，那你为什么要给王老师钱？小何苦着小脸问道。江姐叹了口气道：小何，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一个词，妥协。妥协就是让步，有时候我们吃了亏也要忍着，只有等自己强大了，才能忘记这个词。所以你要争气，要好好读书。我叹了口气，不再多言，摸了摸小何的脑壳。回头书帮你出气好不好？好，我们拉钩。小何一脸期待地看着你，伸出小拇指。拉钩。见事情处理完，我也准备离开。我走了。阿野，今天的事还没谢你呢，等下姐请你吃饭。下次吧。我传承了无恶不作的黑帮头目，却觉醒了惩恶扬善才能获得奖励的善恶之系统，并且每制裁一个罪恶之人，便能吞噬对方的体质为自己所用。于是贩毒团伙来我地盘散货，我直接将对方一网打尽。无德教师冤枉学生偷钱，我更是将他一家全部团灭。
老大，不好了！隔壁星光计生用品店的小何跳楼了。什么？人死没？没死，从3楼跳下来的，人在市立医院。我松了一口气，拔腿就向门外走去。几个技师和猛子等人也跟了过来。你们也去？隔壁邻居的，我们去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等我一下，我先去办公室取个东西。我去电脑录了一段资料，才和众人一起出门。野哥、红姐，你们来啦！江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打了个招呼。红姐二话不说，从口袋掏出刚取的1万块钱，拍在她手心。我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只有这么多了。其他几人也从口袋掏出刚取的钱递了过去，多的3、5千，少的7、800。江姐，你看看还欠多少？江姐将众人的钱一一接过，连同自己刚卖项链的2000块钱加在一起盘点了一番，总共有3万8，还欠2万多一点。剩下的我包了。我从手包里掏出3沓钱递给江姐，这里是3万，用不了那么多。江姐连连摇头，多退少补，先去缴费吧。江姐没急着缴费，找护士借了一张纸、一支笔，将众人借的钱一笔笔记在纸上。等小何手术结束，我立马卖房还给你们。等记完账，江姐忽然双腿一弯，就要下跪，我伸手拦住了她。你不用卖房，这个钱到时候会有人出。安抚好江姐之后，我走到病床边，看着满身绷带的小丫头。小何，疼吗？疼。等病好了，叔叔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好，谢谢叔叔。我走出病房，从口袋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徐校长，哎呦，周总，打我电话有何贵干？你们一个叫王海芬的老师冤枉我侄女偷钱，我侄女现在跳楼了，你不用解释吗？你侄女是2年级3班的江小何吧？她上午跳楼这件事我知道，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事发地点不在我们红星小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学校不存在管理失职行为，单理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不过出于人道主义，我们可以给予江小何2000块钱经济补偿，这已经仁至义尽了。徐耀明，你要搞清楚一个事实，这件事的起因是你们学校的王海芬诬陷我侄女偷钱。是不是偷钱，谁也不能确定。如果方先生觉得你的侄女受到了冤枉，我建议你可以报警处理。很好，我挂断电话，用手机发了一条彩信到他手机，是徐耀明来店里消费的精彩片段，不算很严重，不过让他吓到，再拘留几天是完全足够的。过了半分钟，徐耀明的电话打了过来，语气有点慌张。方总，您这就不地道了吧？给你1个小时，带着那个叫王海芬的臭虫给我滚到市立医院，来不来你看着办。挂完电话，我走进病房，将老六拉到一边说道：红星小学2年级3班班主任王海芬，你等下去查清楚他家在哪，家里是什么情况。老六立即露出残忍嗜血的笑容，保证完成任务。回到病房内，江姐已经交完了费用，手术时间定于明天上午。20分钟后，我没等到徐耀明，却等到了怒气冲冲的王海芬。王海芬大摇大摆地推开病房门，无视了病房内的一群黑社会，开口便问江姐：已经下午3点了，剩下的1200块钱凑齐了吗？你他妈早抽吧！猛子走到他身边，怒目相向。王海芬瞥了一眼描龙画虎的猛子，丝毫不惧。怎么，黑社会了不起啊？你有种打我一下试试，这里到处都是监控，你敢动一下我就送你去吃牢饭。猛子头脑一根筋，才不会考虑后果，当即一巴掌就要扇过去，手伸到一半被朱老六挡了下来。朱老六将他拉到一边，小声道：不要在这动手，不痛不痒的没意思。要玩大的。猛子咧开嘴笑了。Of course。交完钱的江姐手上还有几千块钱剩余，捏在手上冷冷地看着王海芬，却是根本没有给钱的打算。女儿伤成了这样，她绝不会再妥协。王海芬瞪着江姐，一脸鄙夷：你是打算赖账喽？江姐没有说话，只是狠狠地瞪着王海芬。哑巴啦，说话啊！你到底还不还钱？不还我就报警了。就在这时，红星小学的校长徐耀明和江小河的数学老师徐红旗和王海芬同一个办公室，是这场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两人走进病房，徐红旗脸色羞愧难当，一进来就走到江姐身边鞠了一躬：对不起，因为我和王海芬的疏忽，将钱掉进了桌子档里面，刚刚才找到，1分没少。徐红旗说完，又走到江小河病床前，同样鞠了一躬：小何，因为老师的粗心，让你受了冤枉，老师给你道歉，你不是小偷，你是个好孩子。我没偷钱。江小河嚎啕大哭，泪流不止，如杜鹃泣血，仿佛要把这些天遭受的委屈全部通过眼泪排解。快去道歉！徐耀明拉着不情不愿的王海芬走到病床边，两人还没开口就被吴医生打断了。吴医生声音冰冷，表情更是厌恶至极：都出去吧，不要打扰病人休息。为人师者当以师德为先，无德者不配为师。徐耀明被这一幕闹剧搅得异常无奈，将我拉到一边：周总，这样处理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我真的没其他办法。王海芬虽然是个混账，但是她老公是教育署副署长聂大光，全市中小学任她挑，我就算把她开除也没用啊。我也知道你的难处，你先把孩子住院费用搞定，其他的事回头再说。徐耀明当即拍着胸脯道：包在我身上，除了医药费，我另外再赞助2万块钱精神损失费。另外，徐红旗也是我拉过来的，否则他要是和王海芬通气说钱找到了，王海芬肯定会让他把这件事瞒下来，这样小何的冤屈就永远洗刷不掉了。这件事你做得不错，回头我把视频给你。谢了，周总。另一边，王海芬被赶出病房后，冷哼一声就要离开。正在这时，走廊转角处忽然有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一窝蜂
的涌了过来。看到这阵仗，王海芬心知肚明，这些记者是冲着江小河的事情而来，多半是要采访自己。和青梅冷战3个月后，我发了条朋友圈，结婚了，以后就是持证上岗了。好友群里所有人都在疯狂祝福，说我们这对青梅竹马终于从校服走到婚纱。群里气氛正热烈时，我将美女御姐教授拉进了群。别误会啊，这才是我的老婆。原本热闹沸腾的群瞬间就凝固了。3天前收拾婚房时，我不小心打破了她白月光送给她的杯子，我犹豫片刻，对着碎裂的瓷片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未婚妻柳如烟。柳如烟回了我的消息，在我家等着。看着自己还在往外流血的手指，我用纸擦了一下，很痛，伤得还挺深。早知道就不急着剪了。15分钟后，柳如烟回来了，看到地上的马克杯碎片，脸色阴沉。林奇塔，你干了什么？对不起，是我不小心碰到摔地上的。我面对着柳如烟，嗓音不禁软了下来。柳如烟胸口起伏，呼吸急促，压着怒火指向地面上的碎片，语气冰冷：捡起来。我看出她生气了，没想到她会因为一个杯子和我生气。我将手心摊开，看着她说道：刚刚手划破了，我先去贴个创可贴。她没看，声音却提高了几分，但语气还是一样的冰冷。我让你把它捡起来，没听到吗？我拉住柳如烟垂在身侧的手，对不起，我再送你一个新的好不好？柳如烟甩开我的手。林奇塔，你也不是粗心的人，你不会是故意的吧？闻言，我心中的酸涩一时间全涌了上来。一个杯子而已，你用得着和我生气吗？柳如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个杯子，说的轻巧，你知道这个杯子？她没继续说下去，捡起来，给我粘回去。我身体里的血液在她说出这话时像是全冷了下来。原来自己还没她前任送的一个杯子重要。我默默地看着她，因为这是你前任送你的杯子是吗？我们都要结婚了，你难道要留着他的东西看一辈子吗？我摔碎的不是杯子，而是你和他之间的联系，所以你跟我生气。一道清脆的巴掌声，柳如烟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我头偏向一侧，大脑里一片空白，耳畔嗡嗡作响。柳如烟周身温度降至冰点，手微颤震的发麻，低吼了声滚。我失望地看着她，柳如烟，我有错吗？说完，我转身离开了。柳如烟蹲下身捡起地上的白瓷碎片，注意到自己那只扇了我耳光的手还有麻衣，她心烦意乱，猛地将捡起的那块碎片砸在了地上，本就破碎的瓷器更加4分5裂。我跑了出去，跑得极摔了一跤，手心和膝盖着地擦破渗出血迹。我迅速爬了起来，现在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我与一个身形优越的女人擦肩，匆忙离开。女人将刚刚这一幕尽收眼底，低头看了眼地上遗落的钥匙，想提醒，转头时我已经驱车离开了，只留下车尾灯。回到家，站在门前翻了衣服所有的口袋，压根就没有钥匙的影子。我靠在门边，左半边脸火辣辣的疼，心里却更加难受。缓了一会儿，打算回去找钥匙，许是摔倒的时候从包里掉出去的。出了小区大门，突然被一个女人给拦住了去路。我甚至都没看清眼前的女人长什么样，哑着嗓道了句：“不需要推销。”说完，我准备绕开面前的女人，然而女人伸手过来拦住我：“你在西路丢的东西。”女人手心赫然躺着一把钥匙，我这才停下来看向面前的女人，长得很漂亮，甚至感觉比柳如烟还美，身材高挑，气质冰冷，属于那种优雅知性的御姐型。女人的目光同样也落在了我脸上，看到我脸时有那么一瞬间的失神。接过钥匙，我垂着眸和她道谢：“谢谢，麻烦你送过来。”说着，我拿出手机：“我付你个邮费吧。”不用了，萍水相逢。她深知自己这般看我不太礼貌，立即收回目光，转身离开了。而我在家睡了2天，手机也失联了2天。第3天下午门铃响了，我躺在床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强撑着从床上起来去开门。一打开门，好兄弟江宇站在门口，他正准备开口说我，见我如此憔悴，脸色苍白，皱起了眉：“你怎么了？”我静静让开一条路，但没有回答问题。江宇也不急着问，进门后给我做了一碗熟了的面条，看我吃完后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我难过的看着他：“柳如烟，我去他家不小心打碎了他前任送给他的杯子，被他打了一耳光。”江宇怔了一下：“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再怎么样他都不会动手打你吧？”我沉默了一会说道：“我有必要骗你吗？”闻言，江宇顿时这个气就窜了上来：“你俩都要结婚了，连这也估计是最近的事儿了，谁知道居然变成这样。”说完，他又看到我膝盖上的擦伤：“你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侧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道：“不小心摔了一跤。”等我睡着之后，江宇才从我家离开，给宋雪打了个电话。不一会，江宇便来到赫本酒吧。他进门后，从柜台上拎了一瓶红酒，迈着步子进了里面包厢。他也算得上这里的常客，管理人都认得他。见他这副来干架的阵仗，压根没人敢拦他。江宇推开包厢的门，将红酒瓶整个朝柳如烟那边的地板扔了过去，红酒瓶砸在了他脚边，4分5裂。宋雪倒吸一口凉气，拦在江宇和柳如烟中间：“怎么了？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江宇冷着脸，恶狠狠地盯着柳如烟：“怎么了？你问他怎么了？”柳如烟将杯里的酒全灌了进去，捏着自己的右手直到骨节泛白。那天打林西塔耳光的记忆十分清晰。宋雪转头看向柳如烟：“难怪你这2天一直找我喝酒，合着你是因为打了林西塔？”他们4个青梅竹马的，父母辈的也都交好。柳如烟松开右手手掌，无力地问了这么一句：“他怎么样了？”江宇瞪了他一眼：“你自己不会去看吗？”柳如烟缓缓闭上了眼睛：“让他冷静冷静吧。”我也冷静冷静，过段时间再去。江宇突然短促的笑了声，点头道：“行。”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包厢门的时候看了眼宋雪，宋雪咽了咽口水，朝着柳如烟道：“我走了，不然他得生我气了。”我醒来的时候，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气，厨房里传来声音，可能是江宇来了。宋雪将最后一道清蒸鱼端上桌：“西塔，你醒了。”我揉了揉自己酸胀的眼睛：“雪儿，你也在啊？”宋雪看到我那微肿的脸，心想着柳如烟下手真够狠的，她倒也没提关于柳如烟的事情，低声笑道：“我不来，怕你被江宇毒死。”整顿饭下来，只有我在认真吃饭。
饭，宋雪和江宇就吃了几口，全程看着我。吃完饭后，我拿出一个蓝色丝绒小方盒，将盒子放在宋雪的手旁。麻烦你们把柳家的订婚礼物带给他。看着面前的盒子，宋雪问道：“你喜欢他那么多年，真的能说断就断吗？”闻言，我摸了摸还隐隐作痛的左半边脸。不能，但是他把我打醒了。如果不是这一巴掌，我还能安慰自己那只是一个杯子而已。可就这一巴掌，打散了我对他的所有吸引。两边都是好朋友，这感情方面也不是我们能掺和的。既然你决定了，就别后悔。我朝着他们扯出一个苍白的笑容。好。和青梅冷战3个月后，我发了条朋友圈，结婚了，以后就是持证上岗了。好友群里，所有人都在疯狂祝福，说我们这对青梅竹马终于从校服走到婚纱。群里气氛正热烈时，我将美女御姐教授拉进了群。别误会啊，这才是我的老婆。你喜欢他那么多年，真的能说断就断吗？不能，但是他把我打醒了。如果不是这一巴掌，我还能安慰自己那只是一个杯子而已。可就这一巴掌，打散了我对他的所有吸引。既然你决定了，就别后悔。等到他们离开后，我关上门，深呼吸一口气，拿出手机，通上电开机。江宇给我发了好些消息，除了江宇就是咖啡店的店员发来的消息。我将手指停在置顶的那个名字上，亲爱的老婆，还添了2个爱心的小表情。柳如烟一条消息都没给自己发，越看这个备注越讽刺。我立即点了删除好友，从书房收拾了关于柳如烟的所有照片，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能整理出这么多东西。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咖啡厅。毕业之后，我就开了个挺小资情调的咖啡厅，因为来的比较早，我给店里店员都带了早餐。失联3天后的我出现在咖啡厅，店员都挺惊喜的，纷纷和我问好。老板，你这2天去哪了呀？给你发消息也没回。我自我调侃道：“和女朋友分手去了。”店员都愣了下，之前老板还说结婚要给他们带喜糖呢，不过都没说出来。其中有个小男生朝着我笑道：“老板别难过，今天周3，那个美女可能会来咱们店里看看美女延年益寿。”我轻笑了声：“什么美女啊，这么惦记着人家？”其他几个店员也叽叽喳喳了起来，和我说着：“有个非常漂亮的美女，每周总得来店里3次，准时8点到，而且都是固定周3、周4、周6过来。”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让他们记这么清楚的美女得是什么样的。我好奇归好奇，却没什么兴趣，和他们多去了几句，也就点了杯咖啡，在角落里找个座位坐下，转头望向玻璃窗外的行人。书弟看到了一个面熟的女人，微微一愣，店员将我的咖啡摆在桌上，同样看向窗外，有些激动：“老板，你看，你快看，就是她，漂亮吧？每次看到她都觉得是视觉享受。”是她，那天在小区楼下给自己送钥匙的那个女人，等会我请她一杯咖啡。那天她只说了一句萍水相逢，既然又遇见了，那就是缘分。店员一脸坏笑的弯下腰，在我耳边说了句：“老板，你好会啊！”说完抱着盘子乐呵着跑路了。我无奈低笑，见他从门外进来了，立即起身跟在了他身后。在他点完单后，打开付款码，我先一步将付款码对上收款机，支付成功。店员一看是自家老板，憋着笑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只是道了句：“您稍等。”女人拿着手机的手一顿，侧目看向自己身旁站着的男人。我浅浅一笑：“又见面了，谢谢你那天给我送钥匙。”说完坐回了自己原本的位置。我很感谢他，在自己心情极差的情况下，让自己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他的目光一直追随到我落座为止。他耳边传来店员的声音：“小姐，您的咖啡请拿好。”他接过咖啡，走到我桌边，还没说话就听我先道：“可别说什么还我钱。”他扬了扬唇：“谢谢你的咖啡。”说完就转身离开了。下午人多，忙碌了一整个下午。咖啡厅9点关门，最后10分钟的时候，瞧着也没什么人了，就让上晚班的店员提前下班了。就在我整理杯具的时候，门口进来了一个人：“抱歉，我们店要关门了。”那人没出声，我这才抬头，全身僵了一下，是柳如烟。她手里握了个蓝色的小方盒，是我让宋雪带回去给她的那个。柳如烟面色冷冽，死死地盯着我看。我故作平静，缓缓将手里的杯子放进橱窗里。她将小方盒直接拍在了吧台上。林奇塔，你这什么意思？把戒指还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不想和你结婚了。柳如烟脸上起了怒色，因为这点事情，你和我呢？林奇塔，你什么时候这么无理取闹了？不知道他是原形毕露了，还是被气得说了胡话。现在的我完全进不去这样的话语，更不会深层次的去理解他的话。这点事情，这是小事吗？你打我，这是小事，那我问你，什么是大事？我越说越控制不住情绪，自己对他的喜欢一文不值，到头来还被他说都是小事。看着柳如烟脸色沉得能滴水，我嗤笑了声，将桌上的那个蓝色小方盒用力丢出了门外，盯着柳如烟，手指指向门口：“滚，给我滚出去！”门口那刚要进门的女人脚步一顿，竟真停在了门口。从未被说过滚的柳如烟，一时间真被气上头了，咬着牙冷吃：“我大老远跑来看你伤的怎么样了？我他妈就是犯贱！”将门口的那个蓝色小方盒捡起丢进了垃圾桶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咖啡厅。还站在门口的女人又亲眼目睹了关于我的事情。上一次见我还是我左半边脸肿的时候，这次又是和女朋友吵架。或许这算是前任了。他缓缓地走了进来。请问还有咖啡吗？话没说完，看见面前的我默默低着头没有反应。他刚想着说些什么，突然我眼神坚定了起来，微笑着问他要喝点什么。女生很好听的御姐音响起，1杯摩卡。我朝着面前的女人摇头，没有。我从抽屉里抽出2条速溶咖啡，还剩2条速溶咖啡，你要的话我给你泡。女人看着我手上的速溶咖啡条微微点头，我给她泡了速溶咖啡，还拿出一块自己准备带回去的蛋糕，分了她一半。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外面？她喝了一口咖啡，缓了口气，刚下班有点疲惫，想碰碰运气，看你们这有没有关门。她顿了下继续说道，我很喜欢你们店里的咖啡。闻言我笑了笑，
谢谢喜欢。随后我话锋一转，我还没问过你姓什么呢。夏雨悠手指在桌上写了个字下，得知了他的姓。我顺道也说了自己的姓，我姓林。夏小姐，你经常晚上到这个时间点吗？他喝了口速溶咖啡，眉头微蹙。今天临时工作上的事情耽搁了。我摸了摸脖子，怀疑是他觉得这个速溶咖啡难喝。见他把咖啡喝完，我将杯子拿去冲洗。回来的时候，桌上的蛋糕盒子全被他给收拾好了。我刚准备说要关店门时，夏雨悠突然出声道：“怎么收费？”我笑了笑，一杯速溶咖啡而已，不收费。他皱眉指了指只剩一半的蛋糕，还有蛋糕呢。见夏雨悠面露不悦，我郑重道：“当我请你的，我真的很感谢你上次给我送钥匙。那天我情绪很低落，你让我感受来自萍水相逢的善意，算是那天唯一一点值得庆幸的。”我关上了店门，夏雨悠把垃圾丢在垃圾桶里，瞥到里面的蓝色丝绒方盒，却什么都没说。我看向夏雨悠，出声问道：“夏小姐，你怎么回去？”夏雨悠从包里掏出车钥匙晃了一下，车在对面。我点头，朝着夏雨悠挥了挥手。那您路上注意安全。夏雨悠临走时站在车门边，朝着我说了2句话：“不要因为感情丧失自己，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他本不想说的，况且说了对方也听不进去，但是他今天却忍不住多管了闲事。从咖啡厅回去洗了个澡，疲惫的躺在床上，从包里掏出手机，江宇在半个小时之前给我发了7、8条消息，还有未接来电。我趴在床边给江宇回了个电话：“西塔，你人在哪？我刚到家，怎么了？”江宇出声道：“柳如烟是不是去给你道歉了？”我想起今天晚上的事情，抚了抚额：“没有，他哪是来道歉的，他是来找我麻烦的，说打我是小事，说我无理取闹，彻底结束了。”吴德老师冤枉学生偷钱，更是逼迫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下跪道歉。不堪受辱的他从3楼一跃而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师更是嚣张地说：“法律都不能拿我怎样，你们更没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呵呵，法律不能拿你怎么样？那我来。请问你是王海芬吗？是的，怎么了？请问你为什么要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认定一个6岁的孩子偷钱呢？无可奉告。王海芬不想接受采访，冷着脸就要离开。朱老六和小齐立即拦住他的退路。别走啊！记者采访，你怎么要走啊？王海芬低着头避开镜头，口气异常强硬。没什么好说的。女记者瞅了瞅他的脸，解释道：“我们会打上马赛克的。”王海芬点点头。那行吧，正好把一些事解释清楚。女记者示意助理打开摄像机，毫不客气地问道：“事情经过我们都已经了解，3个孩子你独独认为是江小河偷的钱，作为老师，你为什么要根据学生的家境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件事确实是我武断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至于戴有色眼镜看人，那倒谈不上，我只是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做出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断罢了。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难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考量他们的经济情况和受教育程度吗？银行还给大户开通 VIP 优先通道呢，你怎么不去问问银行为什么对储户区别对待？”女记者被呛得哑口无言，不得已又换了个问题：“你是老师你就没想过对学生公平公正吗？”切，你不要故意引导我，我是老师，同时也是人，对学生有亲疏区别很正常。难道你不喜欢和高层次的人交朋友？难道更喜欢和素质低的人在一起厮混？可是事实证明你是错的，最后真相大白，钱并没有丢失。那么请问发生了这件事，你有想过引咎辞职吗？我从没想过，我1没违法，2没犯错，干嘛要引咎辞职？如果我有错，请让法律审判我，你们没有权利指手画脚。说完，王海芬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你打开系统瞅了他一眼，罪恶值38。王海芬犯了这么大的错，却只承担这么轻的处罚，这也不合理。不合理的事情必须让系统拨乱反正，或许这正是系统存在的意义吧。第2天，论坛上有了关于6岁女童跳楼的相关新闻，大部分网友对这个事件都是激愤不已，一部分网友更是自发地对王海芬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教育问题和儿童问题本来就是舆论的焦点，只是半天时间，网络上就已经沸反盈天。聂大光也看到了相关报道，回家以后一声不吭地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的像化不开的乌云。王海芬意识到老公心情不好，连忙开口道歉：“大光，我错了。”聂大光哼了一声：“你知道你错在哪吗？我不该太武断，错以为江小河偷钱，导致他跳楼，给人抓到了把柄。”聂大光摇了摇头：“这个只是原因，不是重点。”王海芬想了想，又说道：“我不该接受记者采访，导致舆论的进一步发酵。这更不是重点，你接受不接受采访，这件事都会发酵，只是包不住火的。”聂大光忍不住嗤笑：“你到现在都不知道重点在哪，你真的是没救了。”你就教我嘛。王海芬撒起了娇，等着丈夫解惑。聂大光感觉有点恶心，没有回话，转头考教起儿子聂子峰：“小峰，你来教你吗？”聂子峰见父亲有意考教自己，随即胸有成竹地说道：“重点就是要彻底坐实江小河盗窃的证据，这个真相只要不揭露出来，这件事永远都是一滩浑水，江小河永远都会背上盗窃的罪名。要是换成我，在得知江小河跳楼后，就可以预计这个事情一定会闹大，我第一时间就会和徐老师通气，通过爸爸的身份给他施压，让他保持统一口径，这样他就算找到钱，也会将这个事隐瞒下来。另外再找一个听话的学生，不管是威逼也好，还是利诱也好，让他指证江小
小河有其他偷盗行为，我有一个好办法，妈妈你想不想听？儿子，你快说。王海芬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一脸期待的说道。聂子峰搓了搓手指，王海芬心领神会，从口袋掏出50块钱递了过去。聂子峰接着说道：找一张100块钱的纸币，写上某个人的名字，偷偷塞进江小河的校服口袋，然后在上课时间让签上名字的学生现场指证江小河偷钱，江小河肯定会掏口袋辩解，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他的口袋又浅，只要一掏口袋，钱就会被人看到，这样就能坐实江小河偷钱的罪名。这个方法虽然比较幼稚，不过对付小学生已经完全足够，也非常有效。儿子牛啊，可惜我一开始没想到，现在真相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聂大光皱眉，现在正是风口浪尖，你先辞职吧，回头我重新给你安排一个工作。王海芬点点头，没有争辩。聂子峰摇了摇头说道：这个计策就是给江小河出院后用的，只要坐实他后面有盗窃的行为，再把这件事捅到网上，让网民知道江小河手脚不干净，舆论就不会继续骂您，甚至还会觉得您之前的采访发言率真坦诚了。王海芬眼睛一亮，妙啊，儿子，等那个小贱种康复了，我马上安排人去办。聂大光一脸欣慰，不禁在旁边夸赞道：孺子可教也。就在这时，窗外忽然响起一道奇怪的声音：优秀，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什么人？王海芬大惊失色，聂子峰反应很快，连忙拿起餐桌上的水果刀严阵以待。聂大光立即掏出手机准备报警，却见一个戴着孙悟空面具的男人径直从窗口钻进了客厅。客厅内忽然传来一道拉动枪栓的声音。聂大光看着男人手上黑洞洞的枪口，手机面板上的号码怎么也不敢按下去。聂大光强装镇定，内心却惊骇无比。你是什么人？嘿嘿，听说聂署长很有钱，我来借点钱花花。朋友，您要是想借钱，可能是找错了对象。如果我有钱，就不会住在这种环境了。我和夫人一个月只有3、4千工资，除去家庭开销也就不到1万块钱积蓄。您要是手头紧，我可以全部给您。你环顾四周，90平的小三房，装修陈旧，家具也很简单，看起来确实比较拮据，像个清官。你冷笑不语，举着手枪，掏出手铐将3人控制住，随后用毛巾塞住了聂子峰的嘴，拿过桌上的水果刀，漫不经心地说道：聂大署长，你也不想令公子断手断脚吧？明明是无恶不作的黑帮团伙，却被地方评为惩奸除恶的精神文明单位，甚至作为黑帮头目的你，更是被地方领导评为先进个人标兵，就连当地警察都要找你们帮忙，只因你穿越到一个黑帮大佬身上，并且觉醒了罪恶值系统，你每制裁一个罪恶之人，便可吞噬对方体质为自己所用。聂大署长，你也不想令公子断手断脚吧？看着你拿着匕首在自己手指来回比划着，聂子峰吓得瞪大眼睛，拼命挣扎，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呜呜声。王海芬心疼儿子，瞧了丈夫一眼，哭哭啼啼的哀求道：大光，你就闭嘴！聂大光开口打断老婆，正气凛然道：我聂大光行得正，坐得直，一生为官清廉，从不知道贪腐2字怎么写。我确实没有钱，就算你拿小峰威胁我也没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绝不会向恶势力低头。你二话不说，手起刀落切掉了聂子峰的小拇指，聂子峰疼得青筋毕露，直接疼晕了过去。王海芬心疼儿子，眼泪直掉。聂大光瞧了一眼地上的断指，心里诧异中夹着几分心痛。随后，你将匕首对着聂子峰的眼珠说道：接下来就是这里了，给你们3秒钟时间。王海芬连忙哭着说道：我说，我知道钱在哪，求求你饶了小峰。你解开王海芬的手铐，王海芬带着我来到墙壁的一幅壁画后，按下一个开关打开夹层，墙壁已经被掏空，里面是一个保险柜。王海芬打开保险柜，露出里面的东西，一沓沓现金扎成了10万1捆，总共有23捆，共计230万，另外还有2张存折和10根金条。你二话不说，直接将金条和现金装进包里。看着你将金条和现金装进挎包，聂大光心疼无比，硬着头皮道：这些钱您直接拿走，我绝不会报案。抱歉，这只是我的出场费。大侠，您什么意思？大侠这个称呼还挺有意思，看来王海芬对自己的定位还挺清醒。你看了一眼窗外，冷冷开口：不知道6楼能不能摔死人。随后，你将聂大光夫妇拎到窗口，朝窗外努了努嘴：跳下去吧。大侠，我所有的钱都给您了，江小河也没事，求求您饶了我们吧。哟，还挺聪明，不愧为副署长，脑袋瓜就是比一般人灵活。江小河只是个6岁的孩子，他敢跳3楼，你们是大人，翻个倍很合理啊。聂大光夫妻2人不停地磕头求饶，根本没有主动跳下去的勇气。你打开系统扫了2人一眼，女的罪恶值38，男的罪恶值51，想不到还有意外之喜。你心中一乐，一手一个，拎着2人的脖颈，从窗外向下一指。3秒后，你将昏迷中的聂子峰也扔了下去。这孩子忒坏，小小年纪罪恶值就有35点，比其父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毕竟还是个孩子，你让他自由落体，是生是死就看他造化了。连续3道坠地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不出意外，已经有居民开始报案。我迅速清理完现场，然后从安全通道走上天台，趁着无人，一个横跳，跳到了20米外的另外一栋楼上的天台。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所在的厂子，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见小齐在门外来回晃悠，像是已经等了不少时间。见到我到来，立马担忧说道：俊哥来了，正在帝王包等你。
有说什么事吗？没有，不过看起来有点生气，估计是哪个狗东西去告状了吧？我等下去看看。轩轩和红姐被俊哥叫进去了。小齐吞吞吐吐的说道：“轩轩是小齐的相好，被韩俊那个色鬼叫进去，令他十分担心。”走，我们一起进去。我率先推开包厢，只见一个年近40、身穿白色外衣的男子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包厢的真皮沙发上，红姐和一位穿着服务员制服的漂亮女子正一左一右侍奉在他左右。他一边吃着红姐递过来的车厘子，一边将手放在轩轩的黑丝上反复摩挲。轩轩心中厌恶，却是敢怒不敢言。此人正是烈火帮的爆堂堂主韩俊，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烈火帮权力结构为帮主秦烈最大，下面有龙虎豹鹰4堂，每堂都有一个堂主，每个堂主下面有3个管事，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管事。俊哥，你怎么来了？正好经过，就来随便看看，怎么我不能来吗？韩俊一边说话一边摩挲轩轩的大腿，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呵呵，当然能来，欢迎直击。韩俊看了我一眼，表情玩味。听说你最近开始行善积德了，俊哥，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啊？宏泰贷款公司的事你怎么解释？哈哈，行善积德谈不上，只是目前治安署对这一块抓得严，我不想惹火上身。韩俊冷冷一笑，我当初将你提拔上来，就是看你手段多会来事。现在你跟我说不想惹火上身，那我要你有何用？小贷公司是我个人的产业，怎么运营是我个人的事，和帮会无关，和你也没任何关系。几天不见都敢跟我叫板了？叫板谈不上，不过现在请把你的手从轩轩腿上拿开。好的。韩俊勃然大怒，从沙发上起身，几步走到我身边，居高临下说道：“反骨仔，你想造反？我只是跟你讲规矩，轩轩是店里的服务员，不是坐台小姐。红姐要给技师培训，没时间给你包葡萄，你自己要坏规矩，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以下犯上的狗东西，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韩俊勃然大怒，抬手便向我抽来，然而电光火石之间，我便用2根手指捏住了他的手腕，顿时韩俊感觉手臂犹如被老虎钳夹住，骨头都要被夹碎的感觉，钻心刺骨的疼。放手！韩俊声嘶力竭地喊道，语气隐隐带着一丝恳求。请人办事要说请，请放手！我手臂一震，将他震倒在地。好好说话不听，非要逼老子做祖宗人。红姐和轩轩一脸惊惧，烈火帮规矩森严，以下犯上是大忌。小齐面带感激，心里却异常担心。野哥和老大翻脸，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轩轩，也就是为了自己。真要出了事，哪怕不敌，自己也不能袖手旁观。韩俊从地上爬起来，看了一眼自己铁青的手腕，却是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将怒火藏在了心底，没有继续动手。我用罪恶值系统扫了他一眼，47点罪恶值，杀了没多大卵用，时机和场合也不合适，到时候等他升到50以上再动手也不迟。滚吧，把姓刘的会计也带走。这个事我会和秦爷禀报，这笔账我们慢慢算。韩俊放完狠话后，一声不吭离开了会所。等韩俊离开，猛子等人也听闻了消息，进入包厢了解事情经过后，均是一脸担忧。朱老六忧心忡忡：“老大，秦爷如果将李定哥以下犯上，说不得要3刀6洞。”小七梗着脖子道：“这件事因我而起，到时候我替野哥受罚。你又不是正式帮众，受什么罚？随他，我们占了理。要是来硬的，大不了我就离开烈火帮，重新创建一个帮派就是。”杀了王海芬一家，系统奖励我100倍常人体质。结果刚回到酒店，就遇到帮会堂主来到场子找事，甚至对小弟的女朋友动手动脚。于是我直接将他扔出去，不曾想他却找到秦爷告起了狱状。秦爷就是这么个情况，周野目无尊长，以下犯上，按照帮规应该要受3到6洞之刑。秦烈没有立即回复，倒是对他的伤势挺感兴趣。把手抬起来。韩俊掀开袖子，然后用左手抬起受伤的右手，只是这一个动作就疼得龇牙咧嘴。秦烈定睛看去，只见他手腕处2个指印已经发黑发紫，伤势看起来着实不轻。你说周野用2根手指就将你捏成了这样？没错，这小子力气还挺大。你先去医院验伤吧，事情我会处理。秦爷告辞。韩俊起身离开，刚走不远，身后又传来秦烈的声音：“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损伤。”韩俊心里一沉，他心里明白秦烈不一定是关心自己的伤势，更多的可能是据此来推测周野的武力值。等韩俊走后，秦烈朝身边的青年男子问道：“破军，你可以做到吗？”男子穿着一身短打劲装，外表精悍刚猛，是他高薪聘请的专业保镖，在国外打过黑拳，当过佣兵，实力非常强悍。破军考虑了片刻，自信说道：“我可以，但是普通人绝不可能。”秦烈哈哈一笑，想不到我烈火帮竟然还藏着这么一条潜龙，恭喜秦爷。破军躬身说道：“不过还要看这条潜龙能不能为我所用。明天你入帮开香堂，试试他的深浅。”吹。第2天，我一大早就收到烈火帮通知，帮里有新人入帮开香堂的消息，要自己去观礼。听到这个消息，猛子不禁诧异万分：“这是什么心眼？阵仗搞这么大？”我笑了笑，肯定是高层啊，新来的供奉。供奉！几人闻言更是惊诧，烈火帮的权力结构是从来没有供奉的。帮主秦烈下面是龙堂、虎堂、豹堂、鹰堂4堂堂主，每个堂口也不设副堂主，在下面就是周野这种管事头目。忽然空降了一个供奉，地位还要超过堂主，在帮里可谓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们有谁愿意跟我去看看热闹？丧彪心里一动，连忙说道：“老大，我陪你去，我还没见过秦爷呢。”朱老六说：“忽然来了个供奉，其他几位堂主心里肯定不服。有什么不服的？听说供奉是个高手，秦爷花了好大代价才请过来的，混社会的能者为先，资历还要往后挪挪。”我和丧彪赶到烈园议事大厅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来得差不多，每个头目都带了几个小弟。大厅内满
满满当当的有70-80人，这些人就是烈火帮的中坚力量，还不算没到场的外围小我和龙虎鹰三堂堂主打了个招呼，独独掠过了右手缠着绷带的豹堂堂主韩俊。这老小子脸色阴沉的可怕，心知肚明我完全是和他撕破脸了。其他3位堂主则是一脸愠怒。韩俊虽没什么能力，毕竟也是豹堂堂主，如果让自己手下的小弟有样学样，自己作为堂主的威严还怎么保持？看出几人对自己不感冒，我也不以为意，和丧彪找了个交椅径直坐了下来。刚坐2分钟，秦爷身边的心腹阿叔来请。阿姨啊，秦爷喊你去后厅。我应了一声，迈步往后厅走去。余光一瞥，丧彪也跟了过来，我也没阻拦，一马当先的跨进后厅的休息室。此时后厅已经有2人坐在木质交椅上等候，一位是4方脸的秦烈，另一位是30岁左右的寸头青年，身躯站得笔直，身上隐隐有一股煞气。丧彪对这股煞气的感觉尚不是很强烈，我却明显感觉到了其中浓郁的肃杀味。不出意外，这人和自己是同一类人，他也见过血，还不止一个。小野，我给你介绍下，这是帮里新来的供奉破军，实力非常强劲。这是豹堂的周野，帮里的中坚骨干，后面准备大力培养的对象。秦烈依次将2人介绍了一番，又对我说道：小野，昨天韩俊和我告状，对你意见很大。韩堂主不讲规矩，性骚扰厂子里的服务员，况且这个服务员还是我手下的女朋友，如果我不给手下做主，以后还怎么管人，怎么服众，以后店里还怎么经营？秦烈摆了摆手，此事我已知晓，你们双方各有对错，此事暂且不提。秦烈又转头看向丧彪问道：这位是？这是丧彪，跟我有半年了。回秦爷，我叫冯家彪，外号丧彪。丧彪态度恭敬中夹着几丝兴奋，将一个黑帮底层小弟见到扛把子的心态演绎得入木3分。小伙子不错，外号也很霸气。秦爷赞了一句，又转头看向我，语气有点奇怪：小野，你带个条子的卧底来见我是什么意思？气氛骤然凝滞，空气中的温度慢慢冷了下来。秦爷，您在说什么？丧彪装出茫然的表情，身上却惊出了一身冷汗，心里更是犹如翻江倒海般震惊。自己一直伪装得很好，周也半年都没识破，怎么一来就被秦烈识破了呢？到底是哪一方面出的纰漏？他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之前看过的警匪电影片段，有的卧底被浇筑成混凝土，装进油桶里沉浆，反正没一个好下场的。卧底生存法则第1条，活着的卧底才能继续卧底。丧彪决定要自救，口气委屈无比，还夹着一分硬气。秦爷，我只是想跟着野哥混，跟着烈火帮赚大钱，你这么污蔑我是什么意思？秦烈不听他解释，挥了挥手道：手脚砍断，眼睛挖了，做成人质，拖出去沉江。秦爷，我真不是卧底，你为什么这么说？丧彪焦急无比，求助般的看向我，可是我只是侧脸看着窗外，根本不予理会。破军，你来执行。听到秦爷的指令，破军从高帮军靴中掏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面无表情的走到丧彪身边，将匕首横在了他的眼珠旁，锋利冰冷的匕首紧紧贴着丧彪的眼角，寒意侵入骨髓，他汗毛倒竖，表皮瞬间变起了无数鸡皮疙瘩。我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承认自己是卧底，我立马放你离开。我不是，你要我怎么承认？丧彪只是纠结了半秒钟，便做出了选择，死死地盯着秦烈，梗着脖子说道。秦烈挥了挥手，动手吧。破军露出残忍的笑容，手腕一抖，匕首竖着朝丧彪眸子刺去。且慢，秦爷，丧彪跟了我半年，我觉得他不是卧底，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查清楚这件事？秦烈闭上眼睛，似乎在权衡，片刻后说道：好，你的人你自己处理。谢谢秦爷。我驾着丧彪转身离开后厅。野哥，你要相信我，我真不是卧底。丧彪一边走一边辩解，我带着他进入大堂，随口说道：找个位置坐，等下就要开香堂了。丧彪一脸懵逼地坐在交椅上，心里疑惑万分。不是说要调查吗？看这架势好像不太对呀。你明明有个京城首富老爹，却每天陪着女友住毛坯房，准点去抢超市打折的盛产。可当你准备袒露身份向她求婚时，女友却穿着你斥巨资买的婚纱去参加顶流小生的演唱会，一句嫁给了青春，让你彻底心死。心灰意冷之下，你和女友提分手，她却连夜写了万字小作文，控诉你是个渣男。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你只是平静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第二天，你的真实身份就登上了各大热搜头顶。此时，你刚和谈了5年的女友柳如烟提分手，柳如烟非但没有挽留，还大骂你是个好吃懒做普信男。闻言，你只是平静走出演唱会场馆，任由雨水冲刷在自己的面庞上。算是仁至义尽了吧，我也该回归自己的生活了。后面这句话只说给现在的自己，也是对以前的自己说的。一念至此，你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一个备注为老爹的号码拨通了过去。很快，电话接通，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男声：你这臭小子，没事不会给我打电话，说吧，这次又怎么了？是不是女朋友又跟你闹分手了？你十分了解自己这个老爹的性格，要是告诉他实情，必定闹得满城风雨，索性直接开口：老爹也没啥事，这不是离开学还有几天吗？我打算回去住几天。我到时候喊你表哥去接你。说完这句话，电话那头直接挂断，独留你一人在风中凌乱。我表哥那么多，我都不知道是哪个呀。无奈之下，你只好拦下一辆出租车，前往最近的5星级酒店。还好自己卡上的余额还有几千万，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刚来到太子江国际酒店，就造成了轰动，只因你随手就掏出了一张黑金会员卡。黑金会员的要求不仅仅是有，还要有权。这种级别的存在已经不是申请，而是他们酒店亲自发放，用于联络各界政要。他晋升酒店经理满打满算也有2年半，至今他也就接待过2个黑金会员，一个是本市市长，还有一个是华国前首富。当看到你的那刻，他的第一反应是年轻，不过他好歹也是混迹高档会所11年的老油条。权衡之下，他查询了你黑金卡内的用户信息，这不查还好，一查差点给他原地送走。信息
只有3个字。作为太子江国际酒店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他对这个名字太熟悉。自己所在酒店的背后大东家，花国赫赫有名的财阀，京城江氏集团如今的掌舵人江光富江老爷子，不就是眼前这位大少爷的亲外公吗？江氏集团的长公主，也是江氏财阀的唯一继承人，不就是这位的亲妈吗？光这点就够让自己这个小小的经理望尘莫及了，更别说对方父亲家族那恐怖的军政关系网。而且据说太子江国际酒店就是专门为了眼前这位大少爷所建的，京城第一太子爷，打个喷嚏整个帝都要抖3抖的存在。万一自己没伺候好，明天江里8成要多出一个黑麻袋了。想到这里，酒店经理不禁浑身颤抖。于是酒店经理第一时间就给你安排了这里最好的总统套房，并且还叫来了2个双胞胎小姐姐为你服务。随后，酒店经理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嘴唇紧抿，生怕发出半点声响打扰到你的雅兴。你一脸惬意地举起酒杯，一前一后2个衣着女仆装、容貌丝毫不逊于柳如烟的双胞胎少女，分别承担了捏腿和捏肩的工作。突然，原本满脸惬意享受的你，表情一僵，仰起头将口中酒水全部吐在了垃圾桶中。负责按摩的2位少女被这一幕吓坏了，以为是自己用力不当引起了你的不悦。进来前，经理可是千叮咛万嘱咐，眼前这位的来头恐怖得很，假如他们服务不周到，明天极有可能被拖去喂鱼。想到这，2名少女几乎是同时红了眼眶，开始不停地鞠躬道歉。对不起少爷，是我们没有服务好您，求求您不要生气。酒店经理也吓傻了，在看见你脸色变化那一刻，他连今晚订哪张机票都想好了。而你看见众人的反应，有些哭笑不得。我只是被呛到了，死不了，别哭哭啼啼的，继续按摩。哦，对了，这瓶破红酒有点苦，不咋好喝，给我换瓶香槟来。好的，您稍等哈，太子爷。见你没有动怒，酒店经理这才微微松了口气，不过他也不敢马虎，连忙转身去取酒去了。而那2名负责捏脚的少女在听到这话后，顿时浑身一震，他们可知道那瓶红酒的来历，那可是一瓶罗曼尼康帝特级原干红，价值整整10万华夏币，在这位少爷嘴里居然是破红酒。一想到这，2人捏的就更加卖力了，万一把对方捏舒服，少爷一开心，将这瓶红酒送给他们，岂不是未来1年都可以躺平了？感受到肩膀和腿部传来的舒适力道，你满意地点了点头，目光也随之停留在了2位少女的身上。好了，我现在有点饿了，咱们下去吃点饭。2人还未说话，酒店经理就抱着2瓶包装奢华的香槟走了进来。太子爷，您要吃什么吩咐一声就行，我去安排厨房给你空运食材现做。空运，等你运过来我都饿死了，没那么多破讲究。来，你俩陪我下去吃饭。你毫不客气地回绝了经理的建议，拉着2位少女出了门，往楼下餐厅走去。电梯门打开，各种食物的鲜香气息扑面而来。你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唯一显眼的估计也就是你身边的双胞胎少女。少爷，你想吃点什么？我们去给你拿来。小兰很有眼色，主动开口询问道。随便整点吧，最好不要素菜，但是水果可以。好。小兰甜甜一笑，抱起盘子走向自助区。同样负责服侍你的小粉一看这场面，立马坐不住了。少爷，我去给你拿喝的。话音刚落，数名西装革履的保镖突然从另一间客房电梯中整齐有序地走了出来。透过他们鼓鼓囊囊的腰包，你可以判断这些人装配了真理，应该是酒店经理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专门派遣过来的职业保镖。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保镖并没有像那些脑残小说里的跑龙套一样跑来将你围住，而是有序地散开，各自站好各自的点位。倒是不错，这样既不会暴露被保护人的身份，还可以很好地掌控全场形势。少爷，您说什么？小粉愣了一下，粉雕玉琢的小脸上写满呆萌，煞是可爱。听到声音，你这才认真打量起了身旁少女，精致的小脸蛋就像从动漫中走出来的女主，特别是身上这套女仆装，简直是绝杀，这不比什么柳如烟香。你实在想不明白前生的眼光，不过你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静下心来，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充满美好。来，小粉，陪我聊聊天。而此时太子江国际酒店的中控室，酒店经理一脸紧张地看着监控画面，画面中你正侧着头与小粉低声交流着什么。由于摄像头距离2人较远，所以无法听清你们在说些什么，不过从你的面部表情来看，心情应该不错。看来派出这对双胞胎是不对了。酒店经理擦了把额头冷汗，如释重负般长出一口气。不远处的保安队长看着自家经理一脸庆幸的表情，心中大为震撼。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能让自家经理如此小心翼翼的对待？上次市长来，对方也没有露出这番姿态啊，莫非是……想到这里，他就不敢想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知道的越少，活得越好。突然，一道手机铃声打破了空气中的安静。酒店经理一脸不爽地掏出手机，在看见备注是蔡坤经纪人后，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当红小鲜肉的经纪人，还是要给几分薄面。喂，张姐啊，我今天没空。什么？要在7楼餐厅搞聚餐？不行，绝对不行！今天有大人物在7楼用餐，万一出了什么事，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下一秒，也不知道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让他直接破防大骂。什么？已经到了！我操你大爸！什么东西？还让我亲自接待？酒店经理怒气冲冲地将手机摔在地上。过了半晌，他才一脸愤愤地抬起头，甩手给了自己一嘴巴。妈的，多什么嘴？真是吃饱了撑的。就在他还在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而懊恼的时候，监控画面中，一辆价值100万的奔驰7座商务车缓缓停靠在太子江国际酒店的1楼大厅外。
别人开学骑共享单车，你开学骑法拉利拉法，因为你考上大学，系统给了你100亿，你开着法拉利拉法到学校报道，竟看到一个黄毛富二代在欺负家境贫寒的校花。我不是故意的，修车的钱我赔给你。赔？我这可是保时捷718，裸车都70几万了，选配下来都快上百万了，你一个穷外地人赔得起吗？让你父母把房子卖了赔我的修车钱。云微微脑中如铁锤轰打，感觉天都快塌了。她高考全县第1名，政府奖励了1万元，除去学费应该就只剩下几千块，上百万的车，这怎么赔得起？云微微无助地站在原地，头晕乎乎的，感觉自己死定了。闻声，有些送孩子报名家长也可怜这个倒霉的女娃。有人出言道：动不动就让人卖房子，再怎么也要先去 4S 定损吧。是啊，我看事故也不大，就一处凹陷，也不至于卖房。李元贵闻声更气了，你们懂个屁！这是我才买1个月的新车，车子的贬值费需不需要赔？车子坏了我的出行费、精神损失费等等，我给你说，少说你都要赔我10万块。云微微不懂车子理赔这些，听着要赔10万块，脑袋埋着更低了。她努力强忍，但泪还是不争气的溢出眼眶。我先赔你1万多块，剩下的我打工慢慢还你，可以吗？1万块连零头都不够，打电话让你父母筹钱。他心中莫名的一喜，看来可以在他身上狠狠敲一笔钱，这钱刚好也能作为我大学泡妞的启动资金了。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李元贵看着埋头不吭声的云微微，他大声道：听见我的话没有？让你父母赔。低着头的云微微肩膀轻微的颤抖，没有说话。打电话给你父母，让你父母来，装什么可怜？说话啊！你是哑巴吗？你赔不起就让你父母来赔，天经地义。云微微的头埋得更低了，自卑到了尘埃里。他很想说他没有父母，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就在这时，一阵机械猛禽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一辆红色的超跑在太阳的照射下更加夺目，令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辆火红的超跑上。趾高气扬的李元贵也被炫酷尊贵的法拉利吸引，眼中透露着羡慕，这才是他所向往的豪车。对比之下，他自己这辆8手保时捷真的是工业废铁。法拉利由远至近，很快有人发现了法拉利的不同。我去，我看到了什么？行走的千万豪车，10大神车法拉利拉法，法拉利中的贵族啊！大家羡慕的目光眼睛一直随着法拉利跑车，宛若巨鲨的法拉利停在了摩大门口，驾驶室的蝴蝶翼门缓缓升起，林希塔从中走了出来。我看着一脸怒容的李元贵，还有小脸下的煞白的云微微，心中就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听旁边围观的人说，保时捷车主狮子大开口要10万的赔偿。你看了一眼4-5年的老车型了，而且保时捷就凹下去一点，车漆刮掉了，就这还要10万？你还未说话，低着头的云微微鼓起勇气开口了：别找我父母要好不好？我自己能打工赔给你。闻声李元贵的气更不打一处来，心中莫名的嫉妒开法拉利拉法的你，嫉妒自己的风头全被他抢了。不仅这么有钱，还长得这么帅，想到这些李元贵就更气了。打工赔，你需要我等多久？3年、5年还是10年？穷鬼就是事多，赔不起让你家长来就行了，非要自己逞能干，这赔偿款今天你就要全部给我，1天我都不会多等。李元贵大声的话语惹得周围许多人的不满，认为李元贵是在满嘴喷粪，开着保时捷跑车就神气的都快要上天了。你环顾了一周，最后眼神放在了李元贵的身上，缓缓开口道：这辆车是你的。面对开千万豪车的你，李元贵心底十分的惧怕，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能胆怯，最后弱弱的回应了一句：关你什么事？然后他看着畏畏缩缩的云微微，他把气全撒在了他身上，恶狠狠地说道：躲什么呢？多少双眼睛都看到的是你把车子碰坏了，装什么无辜呢？快赔我钱，我时间宝贵着呢。说着，李元贵就要去拉着云微微，他决定先给这个闷葫芦一点教训。你一把推开李元贵的手，一辆老款的保时捷718，你开口就要10万，也不怕闪了舌头？谎言被拆穿，李元贵仿若被踩到尾巴的狼，他咋呼呼地说：谁给你说这是老款的？这是我才提1个月的新车，看在兄弟你的面子上，我也不为难他了，给我15万这事就过了。李元贵表面一副自己吃了亏肉疼的表情，心中暗暗的自省，碰到冤大头了。开千万豪车的主，他索性在赔偿金额上又多加了5万元。可以，不过你这台5-6年车龄的保时捷，就这点小碰撞，可不赔不起这价。你随手捡起砖头，用力把保时捷前保险杠砸了个稀巴烂。你看了看自己的杰作，笑着道：这样才是15万的价格。你欺人太甚。没错，我就欺你了，能怎么着？难道只准你欺负别人？你等着，我要报。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和我的律师说。你不等李元贵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挥挥手把律师的名片拍在了李元贵的身上，剩下的事全交给自己的律师。有钱就是底气，银行卡里躺着100亿资产，别说一辆2手的保时捷跑车，哪怕10辆、100辆你都不带怕的。好酷啊，男友力爆棚啊，好有安全感。妈妈，我恋爱了。周围的女生们纷纷对你好感上升至 max， 谁会拒绝正义、善良又多金的小帅哥呢？文倩的美目也频频打量着你，白色的衬衫加黑色休闲裤，一身的衣物看似素雅，但材质绝不普通，绝对是私人定制的奢侈品牌。少年感爆棚啊！这颜值不去演电影里的校草可惜了。文倩在心中默默的感叹：倩倩，我的白马王子出现了，我要恋爱了。黑丝学姐说道。文倩满头黑线，无语道：你这恋爱的也太快了吧！哼，你别管，我觉得这个小学弟对我胃口，性格霸道，简直是现实中的霸道总裁。
同学，你是哪个专业的？咱们学校很大，路不好找，一会报了名，学姐送你去寝室。他手小，别听他的。我送学弟才是。我送。周围无数拿着录取通知书的男生们欲哭无泪。为什么接待自己的都是男人，而那些漂亮学姐都争着去接待开法拉利的女儿？而此刻的李元贵看着周中的律师名片，想多骗点是不可能了。所有人都在看他笑话。这是没完。李元贵说完，恶狠狠瞪了眼云微微，看着你在黑丝学姐温馨的接待，不仅主动提行李箱，还就近给你买了瓶气泡水。这一刻，整个大门口报名的全部男生都对你羡慕到极点。开学第一天你就砸了富二代的保时捷跑车，可你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你考上大学系统就给了你100亿。你开着法拉利拉法来学校报道，竟发现一个黄毛富二代在欺负家境贫寒的校花，你反手砸了他的保时捷，并丢给他一张律师名片，随后潇洒离去。你的举动俘获了学校众多女同学的芳心，负责接待新生的嗨丝学姐彻底被你征服，不仅帮你拿行李箱，到了大一寝室，她还当着同寝室另外3个男新生的面给你铺床。这就是大学生活吗？漂亮学姐人还怪好的你。寝室内，另外3位室友目瞪口呆地看着极其离谱的一幕，感觉他们的3观被毁灭。3人在寝室不远处轻声轻语，你猜他俩是不是男女朋友？绝对不是，女生我在学校门口见过，好像是接待新生的学姐。我操，太牛了！这报名才多少时间，半天时间不到就让学姐如此主动，这也太厉害了！我被楷模啊！我要是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减寿10年我都愿意。俺也一样，俺也一样。忙完的黑丝学姐额头冒出了微微的细汗，王嫣然的心中有种小期待，心想自己这么努力的收拾，学弟一定会夸夸自己吧，然后再主动要自己的联系方式。楼梯口，王嫣然抬头仰看着身高180的，眼中透露着期待。你只是微微一笑，谢谢学姐，下回有空请你吃饭。说完，你就转身想回去认识认识新舍友。啊，这就完了？王嫣然满脸的失望，一点都没诚意，还说请人家吃饭，连联系方式都没有，请个鬼啊请！学弟加个微信吧，在魔都我可以当你的导游。王嫣然说道，你嘴角上扬。小样，还想和我玩欲擒故纵？一进宿舍门，3双眼睛就直勾勾的看着你。可以啊，兄弟，不声不响就把漂亮梅姐拿下了，还调教的这么听话，教教我们呗。教不了，我们就普通朋友，怎么教？除非你也能单手开法拉利。谦虚了兄弟，学姐为你忙前忙后这么久，肯定对你有意思，过不了几天，你俩说不定就成男女朋友了。4人你一句我一句，寒暄起来，大家做了自我介绍，4人算是真正的认识了。3人聊着聊着，拿着手机的黄子成突然骂了一句：呸，这人渣真的把男人的脸都丢完了。说着就把手机给3人看。魔都大学校内论坛，有围观学生把保时捷索赔事件发布上了校内网。关于今天发生在校门口的一事，爆火在校内网。随之，当事人你与李元贵也在校内有了知名度。不同的是，李元贵都是一片骂名，网上全是喷他的。卧槽，千万法拉利跑车，这也太牛批了吧！周涛一脸震惊的说道：要是我开上这种跑车，泡妞还不手到擒来。郑小红猥琐的感慨。魔都本地人的黄子成也是一脸羡慕，虽然他家里条件不错，但别说千万级跑车，100万的豪车屋里也不会给他买。这就是差距啊！能开起2000多万法拉利的富二代，他家里最少也得有10几亿资产吧？小了，格局小了，说不定100亿呢。人比人气死人，这么有钱，家里肯定是做房地产、医疗之类的吧？大家哈哈一笑，并不知道他们讨论的法拉利拉法车主就在眼前。你也懒得表明身份，以后他们自己会知道的。你也不准备在寝室住太长时间。魔都号称第一豪宅的汤臣一品，你想买就能买，一套不够就10套，反正自己最不缺的就是钱。你听着他们吹了会牛，想起自己的法拉利还在校门口停着呢，想要把车子开进校内，必须去保卫处办理本校登记。你和3人打个招呼，便出了寝室。没有了法拉利的属性加成，但帅的一批的你走在大学校园，也依旧吸引了许多女同学回眸。突然，你只感觉一股清香袭来，哎呀，还未等你做出反应，不小心撞到你的妹子就跑出了怀。咦，陈运学你也考的魔都大学？你有点惊讶，想不到离家千里之外读大学还能遇到熟人。陈运雪有点疑惑，对眼前这个帅的掉渣的男生，他没有任何记忆。你怎么认识我？请问你是？我也是岳阳一中的。你淡然一笑，对方可是高中时岳阳一中公认的校花，校内外喜欢她的男生数不胜数，而自己高中时只是平平无奇的穷学生。陈运雪不认识自己也正常，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你不再多说，直接离开。运雪，刚才那个男的是谁？一个男生走到陈运雪身旁询问，这个男生叫楚博，高中与陈校花是同学，也是岳阳一中有名的富二代。他追求了陈校花整整3年，得知陈校花要考魔都大学，他便屁颠的把志愿填成魔都大学。刚一出来就遇见一个长得比自己高大帅气的男人搭讪自己的女神，他心里有点吃醋。高中的校友。楚博眼中闪过一丝阴暗，第一想法就是有人也和他一样到了同一所大学继续追求陈校花。好大的胆子，岳阳一中识人不知，陈运雪是我钦定的女朋友，有机会一定要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
看看。陈运雪本不想答应与他一起吃饭，奈何陈运雪与楚博的两人父母是世交，老是拒绝他不好，索性同意了楚博的软磨硬泡。他内心是非常讨厌楚博，只是碍于情面没有表现得太明显。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校门，楚博一眼就认出你，在陈校花面前却装着一副很绅士的样子。同学，运雪说你也是岳阳一中的。他没注意到陈校花听他喊自己运雪，脸上很嫌弃。是啊，怎么了？你是在这等车吗？刚好我有宝马5系，要是顺路的话，我可以载你一程。楚博装叉的说道，特别是我有宝马5系6个字，说得非常大声，周围不远的人都能听到，感受到大家的震惊。他表情逐渐嘚瑟，继续说道，你不要不好意思，大家都是同一个老家出来的，要互相帮助，坐宝马总比挤公交地铁舒适。话毕，楚博脸上写满了得意与炫耀之色，拿出宝马钥匙一按，路边的宝马5系车灯闪烁，周围的大学生们都被震惊到了。大学就开得起宝马5系，虽比不上法拉利，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很吊的。他们看着楚博，满脸都是羡慕，怪不得他长相一般，身旁的女生却国色天香，享受着大家羡慕嫉妒恨的表情。楚博心中万分得意，又找回了曾经在高中装叉的快感。大学第一天就装叉真的是爽啊！哦，不用了。你摇头拒绝，对方话里话外都暗藏玄机，表面是好意送自己，背地里却是在装叉打脸，把你当背景墙，当他装叉的踏脚石。我的宝马5系可是花了50几万买的，你应该还没坐过这么贵的车，可以体验一下。楚博脸上写满了傲然，小子，你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还想追求陈运雪，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自己有车。什么车？这么热的天气共享单车，你不怕中暑啊？楚博略带讥讽，你大步向前，火红色的法拉利车辆炫酷亮起，不远处围观千万跑车的人群知道车主来了，只好散开让出一条道。宝马5系车我没坐过，我从不坐价格低于500万的车子。你边走边说，你打开蝴蝶门，俯身坐了进去，轰的一声，引擎猛兽般的咆哮声响起，诉说着他拥有最顶尖的动力。刹那间，空气变得安静，3秒后，嘈杂声响起。我操，法拉利车主这么年轻，2000多万的法拉利拉法，太让人羡慕了，他简直是人生巅峰啊！众人看着炫酷的法拉利拉法，大家羡慕不已，恨不得替代你的身份去尝试开千万超跑的魅力，亲眼目睹情敌开着法拉利跑车。楚博仿佛吃了一颗老鼠屎，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别人开学骑共享单车，你开学骑法拉利拉法，你开着法拉利拉法到学校报道，竟碰到一个开宝马5系的富二代来到你面前装叉，你直接启动自己的法拉利跑车。这一瞬间，楚博尴尬到了极点，自己在陈校花面前丢人丢到家了。哎，本来只是办理一下车辆入校登记，哪曾想半推半就装了个叉。既然如此，干脆在摩都转一圈，熟悉新环境。你正在惬意地享受超跑带来的快乐，嗨丝学姐王嫣然的语音电话却是打了过来。喂，有什么事？学弟，我知道摩都有一家超级好吃的饭店，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王嫣然温柔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行，你在校门口等我。你刚好没吃中午饭，被他一说，也确实有些饿了，便答应了下来。见没被你拒绝，王嫣然心中欣喜。你挂断语音后，发现微信有几十条未读消息，全是王嫣然发来的各种颜色的丝的自拍。妖精特吗？这让我怎么顶得住？你心中一阵火热，你压下欲望，油门一踩，法拉利冲向魔都大学的方向。先让你嘚瑟一下，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对于送上门的漂亮女人，你表示不会拒绝。现在你的卡里躺着110亿存款，4亿生活是你的本心，快乐才是最重要。于是你直接回复穿。魔都大学正大门口，来来往往的车川流不息。此时的王嫣然正挎着包包站在大路路口，一头微卷的长发披着，本就端正的五官画着精致的妆容，带点淡粉色的眼影与口红，再加上一点点腮红，让她看起来非常的纯欲，让经过的异性都忍不住去观望她。这时，一辆玛莎拉蒂停到王嫣然旁边。王嫣然，天气这么热，别站在那了，到我车上坐会吧。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去。开玛莎拉蒂的男生叫杜子腾，是魔都大4的学生，也是比较有名的富二代。发现来人是杜子腾，王嫣然平静的脸色微变，他对到处留情的杜子腾印象非常的不好，他不说话，直接换到一旁等待。杜子腾也不恼怒，反而嘿嘿笑着，把车又开到了王嫣然的跟前。我家里开了个高端的餐厅在附近，今天有空赏脸一起吃个饭吗？不好意思，我约了人，还有我今天没空，明天没空，以后都不会有空，你找别人吧。王嫣然冰冷着脸，无情的拒绝，2次被拒绝，杜子腾心中很气，他心中暗骂：全校都知道你是拜金女，装什么纯？约了人，魔都大学有钱的富二代我都认识，和你约会的是哪个？杜子腾的语气中带着点羡慕。妈的，这种尤物竟然被别人捷足先登了。王嫣然一脸的冷漠，不想理他。怎么不敢说出他的名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我有钱，车也没我的好，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杜子腾会错了意，以为王嫣然是因为约会对象的条件没有他好，才难以启齿。他面露得意地说：约会对象条件差点又没事，毕竟像我这种大学就开100万玛莎拉蒂跑车的学生是少之又少，没必要拿别人和我比。王嫣然撇嘴，感觉这只围绕身边嗡嗡嗡的苍蝇烦得要死。白马学弟怎么还没来呢？我可是特意穿了他喜欢的。一辆红色法拉利从远处快速行驶而来。我靠，法拉利拉法！杜子腾在看到法拉利后无比的兴奋，瞬间尖叫出声。此刻开着100万玛莎拉蒂的杜子腾眼神中充满了羡慕，对开法拉利拉法的车主羡慕的要死。而后他愣愣地看着王嫣然坐进了法拉利的副驾驶。现在想到
到刚才自己说的那2句话，杜子腾恨不得给自己2耳光。马德，自己一个开入门跑车的，竟然想与别人开千万顶尖超跑的人比钱多，比车好，脑袋瓦特了。这一瞬间，杜子腾豁然开朗，怪不得王嫣然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原来找了个超级有钱的贵公子。看到自己想追的女人上了别人的车，杜子腾面如死灰的看着远去的法拉利的影子。恭喜宿主解锁新称号夺人所好，奖励高档西餐厅1家。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单手超跑，单手超跑大幅度提升宿主超跑的驾驶能力，赛道经验使宿主具备赛车运动员的素养。暴击奖励魔 A 车牌特殊豹子车牌1个，系统奖励的物品都会合理的送到宿主手中，宿主可放心使用。系统的提示音一完，你的脑海里多出一大段驾驶经验，你的驾驶水平得到了非常多的提升。可惜现在是在市区，限速非常严重，空有一身技术却无处施展。你叹口气，失落的手拍在了副驾驶王嫣然的圆润网袜长腿上。真不愧是练舞蹈的，这手感真的棒。你坏死了！王嫣然脸上泛红，伸手打掉了咸猪手。怎么？刚才在网上就是口嗨王者，聊得我热血沸腾，一见面怎么就怂了？发展的太快了，我怕。王嫣然弱弱的说道。你眉头一皱，怕就听话，一天少给我发点那些擦边照片，只管造火不管消火。嘿嘿，我才不管呢。王嫣然伸出大长腿，继续说。哼，你不就想看网袜吗？我这么听话，你不仅不夸人家，还占我的便宜，真坏。饿了吧？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我请你吃大餐。你开着2000多万的法拉利拉法，直开到了最近的5星级酒店的门口。到了5星级酒店，王嫣然心中忐忑不安。学弟，这是要干什么？两人来到餐厅，你把菜单递给他。王嫣然一看直呼珍贵，他看着菜单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菜单价，只感觉脑袋眩晕。他只是个普通家庭的学生，身上背的爱马仕包都是他存了1-2年才买的，哪曾想5星级酒店随便的一个私厨特色招牌菜都快顶他一个包的钱了。来这里不吃招牌菜可惜了，价格不是问题，只要味道好就行。你看他迟迟没动手，直接拿过菜单，在最贵的菜品中勾了几道菜，最后还勾了2瓶红酒。过了一会，服务员推着餐车将菜全部上齐了，你让服务员开了1瓶红酒，另1瓶准备带回去，偶尔睡不着的时候尝尝。据说学舞蹈的身体都很柔软。听你这么一问，王嫣然的第一念头就是可解锁更多姿势。感受到王嫣然古怪的眼神，你皱眉，你又想到哪方面了？我这是个正经的问题。王嫣然撇嘴，那你能把放我腿上的手拿开吗？就在这时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传来好听的女声，请问是林西塔林先生吗？是的，怎么了？林先生你好，我是魔都车牌拍卖的工作人员，您2000万1架拍得的车牌沪 A11111之后的过户与上牌都由拍卖行为您服务。由于是开的免提，王嫣然听得一清二楚，她张着小嘴，整个人都惊呆了。通话还在持续。林先生，我们拍卖行还有一个明星车牌沪 Z8888在拍卖，请问林先生是否感兴趣呢？拍卖行的工作人员怕你不懂，还特意解说了一下，沪 S 车牌只有2000多张，90年代一块沪 S 车牌拍出过30万的天价。沪 S 车牌除了它的经济价值，也还有历史价值。你听到车牌这么稀有，况且以你的财力，未来会买更多的豪车，岂有不买的道理？你毫不犹豫的道，直接说价格。沪 Z8888车牌的价格是500万，这么便宜，买了。我在喜来沪5星饭店，你直接过来吧。王嫣然还没从前面的1级车牌缓过神来，就听到你500万又买了个车牌。旁边不远处听到通话的中年男人们语带讥讽，哈哈，还1架2000万买了沪 A11111车牌，搁这唱双簧呢？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一天净白日做梦，一点都不干实事。别人开学期共享单车，你开学期法拉利拉法，因为你考上大学，系统给了你100亿。你开着法拉利拉法带嗨丝学姐去5星级酒店吃饭，竟遇到身价上亿的富一代在你面前装叉。哈哈，还1架2000万买了沪 A11111车牌，搁这唱双簧呢。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一天净白日做梦，一点都不干实事。小姑娘，别被这小子骗了，沪 A11111的车牌根本不可能拍卖，拥有这车牌的人在魔都商界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根本不差钱，所以这是在你面前作秀呢。宾利男说完，还有意无意的露出自己挂在裤子上的宾利钥匙。小伙子，看你这么年轻，我作为过来人提醒你一句，还是要走正道，要脚踏实地做事。宾利男以长辈的口吻说道，眼神却一直盯着王嫣然的大长腿。你看我勤勤恳恳的做事，现如今我在魔都有3套房，名下多辆车，前几天还新提了辆宾利车。宾利男装叉正高兴，王嫣然却被他猥琐的表情吓了一跳，对他非常厌恶。他心想，还是学弟好，不像他这么色批。你平静的坐着，安静的听着宾利男在面前装叉，旁边几个一起吃饭的人也在拍着宾利男的彩虹屁。是啊，我老大哥就是牛批，大哥的公司1年利润1000多万，大哥身家上亿，年轻人你应该多和我们大哥学习学习。王嫣然想反击，被你拦了下来。你缓缓的说道，你们说够了，插装完了。你身价上亿，你年赚1000万，这点成绩很值得炫耀吗？你把法拉利钥匙扔到桌上，打开手机银行余额。我存款1年的利息比你公司1年的利润都高。人生
几个男人呆若木鸡。当他们看到银行卡上那一连串的数字，宾利男不相信这是真的。10万、100万、1000万、10亿、100亿，他整整数了3遍，真的是11位数的存款。我操！我们看到了什么？一个年轻人的银行卡里拥有100亿存款！我的老天爷啊！他们全部被吓得够呛，他们根本想不到，随便装个叉，竟然装到大佬头上，踢到钢板上。这一刻，他们只感觉身体发软，酒也醒了，失魂落魄的瘫倒在地。小插曲结束，由于喝了点红酒，法拉利是开不成了。你打了个车，让王嫣然自己回学校，你接下来还要处理上牌的事。酒店停车场法拉利车前，身穿职业装、黑丝高跟鞋的拍卖行美女，胸前抱着资料等待着你。她看到一个帅气的年轻男生向自己走来，男生自身干净充满青春的穿搭，配合着180的身高，少年感十足，很帅。她忍不住多看了2眼，但是帅气男生越走越近，杨诺的小心脏也是忍不住激烈的跳动了起来。杨诺忍住不住在心中问道：他该不会就是林希塔林先生吧？一个随便一架2000购买车牌，而后向洒水500万又入手一张车牌的人，应该不可能这么帅吧？但当男生走到他跟前说了句：你怎么猜到我的车是法拉利？他激动了。林先生竟然这么年轻，这么帅，简直是小说中霸道总裁的原型。杨诺一时间反应迟钝，语气带着点结巴：林先生，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杨诺微笑着说：因为这里就法拉利没上牌啊。你感觉自己傻了吧唧，竟然问了这么白痴的问题。你把车钥匙扔给了他。我喝了点酒，你开车。杨诺傻眼了。啊，我没带平底鞋。黑色的丝袜加上高跟鞋，让杨诺的身材加的高挑性感。五官虽比不上王嫣然，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大美女。你皱起了眉。超跑是2座，根本无法叫代驾，看来只有买双鞋了。你穿多大的鞋？38码。行，你在这等我，我去给你买双鞋。你说完就去找鞋店。杨诺很感动。林先生真的很绅士，看到自己穿的高跟鞋，所以让他在原地等待，反而他自己去给买鞋。很快，你买了鞋回来。杨诺坐到法拉利车上，把腿伸出车外，低着头准备换。杨诺双手捂着衬衫，把脚上的高跟鞋取了下来。你故意说道：快点，我又不嫌弃你脚臭。我才没有，我脚不臭，不信你闻。杨诺又羞又怒，面对千万的法拉利跑车，坐在驾驶室的杨诺无从下手。车他开过不少，法拉利跑车还是第一回开。坐在法拉利中，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开。你在一旁看得直乐。杨诺傻乎乎的样子还挺可爱。先这样打火，然后手刹在这，再然后你只好挨着杨诺，手把手的教他。途中不难免会有些身体接触。杨诺又闹了几次大红脸。导航只要半个小时的路程，杨诺硬是开了接近1个小时才到。路上不知道多少车主在骂娘。法拉利跑车开出龟速，真是白下了这么好的跑车。路上开这么慢干嘛？加速啊，踩油门啊！我怕万一撞坏了，我赔不起。你开玩笑说？赔不起就把人抵给我。你不嫌弃我老啊？女大3抱金砖，何况现在这社会流行御姐。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口上这么说，心中却是乐开了花。有钱有颜又高，嘴巴还这么甜，完了，哪个女人顶得住啊？时间流逝，你喝茶的功夫，牌照就上好了。法拉利拉法上的护卫11111，另一张芦苇 Z8888先留着，下次买车再上。呸，茶还这么的难喝，看来我这年龄只适合喝点肥仔水之类的。一切忙完，你和杨默互加了微信，杨默还要上班，便离开了。你的酒也醒了，便开着法拉利回了魔都大学。你刚一进门，周涛便走了上来，大声地说：老林，李姐闹宝了，今天那个好看的学姐在魔都大学可出名了，她被誉为艺术系的校花之一。奶奶的熊，怪不得她长得这么漂亮，当时我还以为是魔都大学女生质量高，哪曾想到那个学姐的颜值是最顶尖的那一撮。好家伙，系花道追你，老林这回你可赚大发了。你一回来，寝室3人就一直说着，脸上全是对你的羡慕。羡慕完后，黄子成心中还是有丝灵计，他出言提醒道：很多人都说系花学姐有点拜金，你可悠着点，花钱理智点。你笑了笑，表示自己与王嫣然只是普通朋友。周涛眼尖看到了你带了红酒，他嘿嘿一笑，跑去厕所拿出了漱口杯，开瓶器把红酒一打开，咕咚咕咚的倒了满满一杯的红酒。周涛直接牛饮，喝完后还打了个嗝。我操，这红酒味道可以啊，比我们镇上35块一瓶的好喝多了。郑小红倒了一杯，有模有样的喝。见过世面的黄子成定眼一看，这红酒品牌熟悉，好像在哪见过，是在表哥朋友的宴会上。我操，这品牌的红酒价格最少的也要2-3万起步。我操，暴殄天物，几万的红酒要细细的品尝，哪能像喝可乐10斤罐？黄子成看着还剩一小半的红酒，心疼的要死。是啊，几万块的红酒。周涛傻眼了，震惊的说道：那我刚才一口气不是喝了5到6千块？我去，我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喝了。郑小红也惊讶的不得了，老林，这红酒真这么贵？你怎么不早说？你低调的说：不贵不贵，放心喝。8888的红酒，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一点都不贵。黄子成小口品尝，这酒的味道正品，口感甚至比在那场宴会中的味道还好。看了眼满不在乎的你，黄子成也没再多说。原来身为魔都人，他本来还带点自豪，以为寝室几人里应该他家里最有钱。经过这瓶红酒，他知道了自己的想法是错，这个寝室里真正的大腿是老林。别人开学骑共享单车，你开学骑法拉利拉法，你开着法拉利拉法拉舍友去撸船，竟遇到醉酒小混混欺负高中校花。
此时你和舍友3人刚来到烧烤店，周涛就迫不及待地追问叫了女朋友的黄子成。子成，他舍友来没？放心吧，都来了，机会自己把握住啊。4人先点了些烧烤、啤酒，等待着。大约20分钟左右，4个女孩下了出租车。文欢，这里。黄子成朝女生的方向激动地喊道。周涛他们离得老远就看到一个身材高挑、颜值很高的女孩，身后跟着3个女孩向他们走来。周涛眼神发亮，老林，美女啊，长得也太漂亮了。最前面那个我先看上了，你们可不许抢啊！你顺着方向看过去，领头的女孩的眼睛是真的好看，眼睛像会笑一样，让人看到这双眼睛心情就会变得有些愉悦。黄子成有些怨气地说道：我操，朋友妻不可欺，那个是我女朋友。是啊，你女朋友。周涛傻眼了，郑小红也有些懵逼。要是你有这种颜值的女朋友，2人不会意外，毕竟你人帅得一塌糊涂，而黄子成长得这么一般，女朋友的颜值竟然这么高。李文欢领着3个室友走到烧烤摊，看到这里的环境，眉头紧蹙，心里有些不是很高兴。他好不容易把3个室友喊出来，坐车10多公里，结果黄子成选这么差的店吃饭，他内心觉得在室友面前丢了面子。郑小红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么漂亮的女孩，本来想多说几句话，结果舌头打转，干巴巴地说了句弟妹好。寝室中郑小红年龄最大，所以喊黄子成的女朋友为弟妹。你叫我什么？李文欢眉头一皱，语气有点不好。黄子成尴尬一笑，摸了摸鼻子，先道：他比我大，喊你弟妹没错啊，临时男友也是男朋友啊。你还没转正呢，别一天乱宣传。周涛一愣，是啊，城里人可真会玩，男女朋友还有临时的。黄子成苦笑，一言难尽，还没转正呢。 4个女生相互挨着坐下。李文欢的宿舍可以说颜值都很不错，4个人的颜值都比较高，而且一看都是城市女孩，穿衣风格、妆容都打扮得井井有条，风格都不同，各有千秋。大家互相介绍了一番，初步相识了。2个寝室8人聊得正起劲，忽然一声巨响，店里的人全部向响声方向看去，前面的桌椅已经被掀翻在地。操，你特么在老子面前装什么清纯？给脸不要脸是吧？几个男子一边骂着，领头的人一巴掌呼在短发女人头上，你皱起了眉头。这时候短发女生被打倒在地，你眼睛一缩，在她身后的长发女生你认识，高中时期的校花陈韵雪。领头的醉汉还不罢休，边打边嚷嚷：我特么给你脸了，老子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领头那个使劲拽着刘瑶的头发，把她拖到几个醉汉身边，他举着桌子就要使劲砸。从来都是被人簇拥讨好的校花，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陈校花很无助绝望，周围吃饭的人也被吓了一跳，有的拿出手机报警，还有的拿手机照相录视频，太猖狂了，简直无视法律。英雄救美谁不想？但对方人多，战斗力又强，明哲保身是正确的选择。我报警了，等警察来处理吧。他们真是太可恶了，希望正义快点来吧。马德，都怪我喝的头晕，身体没有力气了，不然肯定将他们揍翻在地。现场这么多人，只要一起上，绝对可以阻止醉汉们施暴。但是这种事情大家选择明哲保身，也不能怪别人。眼看着桌子就要打到刘瑶，你站了起来。3个室友喊道：老林别去，已经打了报警电话了，你别逞能。放心，我练过。经过系统的加持，你根本没把这些混混放在眼里。在场的女生们悬着的心有了丝丝未减，这一瞬间，你仿佛是黑暗中的光芒。靠，老子要砍死你！看来还是太善良了，劲用少了。卧槽，这也太牛批了！周涛和郑小红也被震惊得瞪大眼睛，而周围的许多女生都忍不住吞起了口水。好慢，好有安全感。警笛声从远处传来，经过了解事情经过，加上群众们的作证，醉汉的行为被列出。见义勇为的你去警局做了个笔录，很快就完事。走出了警局，陪同你一起的几个人看到你走了出来，李文欢美目一亮，上前仔细看了看你的腹肌，咯咯咯的笑道：行啊，林希塔，你竟然这么厉害，害我们白白担心了半天。莫洛惊喜的道：哇塞，没想到你竟然还练过武术，以后可以教我吧。黛西静静的没有说话，眼里却全是担忧。经过这一次的事情，几个女生对你更加刮目相看了。原来颜值就高，让他们会心生好感，再加上刚才那义无反顾的冲向前，一人勇敢面对施暴者，让你在众女的心中形象更上一层。感受到大家的关心，你微笑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打。你与室友带着4个女生正要离开，身后传来一道清脆的女生声音：喂，等等我。一个长相可爱的红发女生呼哧呼哧的跑了过来，呼累死我了，还好你还没走。一头红发的林莹莹，她手中拿着件新买的衣服，那给你的。你没有拒绝，结果直接穿在身上。林莹莹目光扫过李文欢4个女孩，眼神中带着点敌意，这些女孩该不会也是仰慕她的吧？你刚才真是帅爆了，能留个联系方式给我吗？周涛、郑小红与黄子成3人眼神中充满了羡慕。老林是真的牛批，又被漂亮的女孩主动索要微信。这就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差距吗？行，你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一个人回了寝室。至于周涛3人，他们是送女生们回学校。刚发生了这档子事，临时男友黄子成也不放心李文欢他们几个女的回学校。郑小红与周涛都锁定了猎物，表示人多安全些，便厚着脸皮跟着送他们。
恭喜宿主解锁新称号，见义勇为，奖励华西商业街10套门面。恭喜宿主获得人物属性加持，温尔文雅，温文尔雅，气质翩翩，风度不凡，使宿主拥有少年文雅的气质，使宿主颜值得到一定的提升。我去，这还让地球上的其他男生怎么生存？过了好一会，你才平复激动的心情。你用微信给林莹莹赚了5000块，这衣服是奢侈品牌，挺贵的。备注：衣服钱。林莹莹秒回复：干嘛呀？我才不要，1件衣服而已，这是我给你见义勇为的奖励。衣服很好看，但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你而后想了想，女孩也是一片好心，语气太硬容易伤她的心。她又打了一串字：有空你请我吃顿饭就行。林莹莹乖巧的回复：操，那吃饭你可不能再拒绝了哦。我爸明明是全国首富，却隐藏身份选择在工地搬砖，还让我白天骑着自行车去送外卖，晚上去饭店刷碗凑学费。原本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穷屌丝，直到有一天，我忍着吃1个月泡面省下来的钱，去赴约女朋友约好的高级餐厅吃饭，谁知女朋友却是要和我分手。此时她冷冷地说道：这种星级的酒店，我来这就像家常便饭，而你呢？这应该是你身上最好的衣服了吧？柳如烟的话如同一把尖刀刺进我胸口，可偏偏我没办法做任何反驳。坐在这样的环境里，柳如烟身上是一种淡然，而我只觉得一切都不舒服，自己甚至连桌上的法国美食怎样去吃都不知道。这时，一个相貌英俊的青年男人走到桌边，温柔地冲柳如烟开口：好了，明月，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柳如烟精致的面容上露出一丝微笑。林西塔，我们结束了。柳如烟挽着男人的手臂走出餐厅，随着保时捷发出的一阵轰鸣声，消失在了马路中。餐厅那几个八卦的服务员早就注意到了这边发生的事。一名女服务员走过来小声问道：先生，这些要收掉了吗？这名女服务员见我不回答，看了眼我身上这廉价的休闲服，咧了一下嘴，冷漠的再次说道：先生，这些我要收走了。女服务员说着，将手伸到面前的餐盘上。我一直低下的脑袋猛然抬起，盯着面前的服务员，声音有些沙哑的喝道：我让你收了吗？服务员被我突然的行为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后退一步。我看着服务员继续追问：我让你收了吗？啊，我让你收了吗？这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这就是星级酒店的服务态度吗？我的声音陡然提高8度，这一声吼让周围的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大多目光都看向这名服务员。女服务员顿时感觉脸上挂不住，立马对了回来：你冲我发什么火？你被别人甩了，有火朝别人发去啊！看你这废材模样，难怪别人甩你。我怒极反笑，猛地将面前的桌子掀翻。我去你妈的高端！女服务员惊得后退几步，随即冷笑一声：咋啊？我看你赔不赔得起，也不看看这里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我喘着粗气，赔这个字瞬间让我冷静了下来。她看着面前的一片狼藉，女服务员看着我，满脸讥讽：保安，过来盯着他，别让他跑了。1小时后，我满脸颓废地坐在酒店大堂，那名女服务员就在不远处讥笑地看着我。2个中年男人从酒店门口走了进来，一个是我的父亲，另外一个是我家的邻居老赵。父亲此时眉头紧皱，步伐也显得格外沉重，整个人身上都在压抑着一股怒火。我立马走了上去，低下头叫了声：爸，自己家的情况我清楚，1万块不是一个小数目，自己老爹把赵叔都喊来了，恐怕是家里难以负担这些钱，毕竟自己家情况一直不是很好。我本以为自己会迎来一顿痛骂，父亲却只对我说了这么一个字：咋？我微微一愣，父亲点了根香烟，缓缓吐出一口烟雾。我说：咋？今天你不开心，你想砸就砸，一切由你老子承认。父亲话落，直接拎起身边的椅子，用力甩向一个落地玻璃，清脆的声音响起，酒店的落地窗被砸得粉碎。我连忙上去拦住自己父亲：爸，我知道错了，爸。父亲将烟叼在嘴里，冲一旁喝道：老赵，咋？老赵满脸凶相，看着就一副不好惹的模样。当父亲话音一落，老赵随手抄起椅子就朝四周砸去，一阵叮铃咣啷的声音响起，什么名贵饰品摆件，什么玻璃桌椅，统统被砸三砸四。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在短短的时间内变得一片狼藉。反应过来的女服务员看着这一幕，大声嘶喊起来：保安，保安，快过来！酒店的保安立马就围了上来。拦我？谁拦我一个试试？老赵一脸的凶相，他本就1米9的大个，脸上还有一道刀疤，看着格外凶狠，那一双眼睛如同一只野兽一般，让人看一眼便心生恐惧。保安看到老赵那凶恶的模样，没一个敢上去的。几分钟后，父亲把手中仅剩的一根椅子腿随手一扔，就这么坐在一片狼藉的地上，大口的喘着粗气。在父亲身旁尽是狼藉，老赵也把手里的东西一扔，就这么站在父亲身后，目光扫视周围。我爸擦了把额头的汗：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那女服务员大声嘶吼着：疯了，疯了，在新凯酒店撒野，我看看你们今天怎么走出去，这些东西赔得你们倾家荡产。父亲不在意的挥了挥手：小丫头，我们赔再多钱也是赔给酒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叫什么呢？去把你们老板找来。一辆价值将近200万的奔驰大 G 急急的停在酒店门口，车门打开，一名中年男人走下车，酒店老板迈着大步朝大厅内走来。那女服务员邀功似的连忙走上前，恭敬的冲酒店老板道：老板，就是那几个刁民，我们直接报警吧。酒店老板看都没看女服务员一眼，他看着父亲，大步走了过去，那脸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父亲重新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轻笑道：看样子你的管理能力很一般嘛。我儿子的性格我知道，让他抱起砸东西，这恐怕都得骑在他头上了呀。酒店老
老板几乎是双腿一软，就跪在父亲面前，尽是恭敬。对不起，大老板。酒店老板的话让女服务员跟我同时愣在这里，包括那些保安，唯独老赵神色不变，依旧绷着个脸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抬头看着女服务员，我问你，我砸自己家的东西行不行？女服务员此时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拿在手里的手机吧嗒一声掉在地上。酒店老板此时一句话都不敢说，就跪在那，一副等候发落的模样。父亲看了眼酒店老板，没啥事，你过去问问我儿子气消了没？没消就让我儿子也砸一会儿，消了的话就找人来打死他。是啊，酒店老板躬身，随后挪着身体扭头面向我，一脸谄媚。小少爷，您看这。父亲看着我，挥了挥手。儿子，这本身就是咱家的酒店，你想砸随便砸，老子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还特么能让自己儿子受委屈了？父亲的话让我大脑陷入一阵宕机状态。这新凯酒店是银市最高规模的酒店，平时我路过都只是羡慕的看上一眼，而现在这酒店竟然是自己家的，我竟然是一个富二代。行了，臭小子，之前的你太嫩了，所以有些事我跟你妈都没告诉你。走吧，有些事也该告诉你了。父亲把手里的烟头随手一弹，起身朝酒店大堂那私人电梯走去。老赵，你在这等我。几名漂亮的礼仪姑娘立马躬身，一人上前，提前给父亲按下了电梯。酒店老板也终于长出一口气，起身走到那名女服务面前，恶狠狠道：得罪了小少爷，看你怎么办。如果少爷不开心，我也跟着倒霉。这名服务员满脸的慌乱，肠子都悔青了，双腿发软，直接瘫坐在地上。谁能想到这个刚被别人甩的废物，竟然是酒店大老板的儿子啊！酒店顶楼的办公室里，我显得有些局促，毕竟这里装修太豪华了。父亲看了眼拘束的坐在沙发上的我，笑着说道：臭小子，自己家的地方你这是干啥？平时在家里也没见你做的这么直溜啊。男人兜里仅有528，他先是花460给母亲买了一份意外保险，然后又用剩下的68买了一罐煤气，最后将母亲和打开的煤气罐锁在房间。没过多久，他就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35万，于是他准备用这35万去换一个几百万的机会。可是半天没到，他身上的钱就全没了。随后想到邻居家的朱老六在城里的猎火包，于是他又想再次寻找一下翻身的机会。这就是野哥，野哥好。我瞅了一眼人群，除了3个年纪稍微大一点，其他都是半大的毛孩子。老六，这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是想要跟你的。一群人异口同声的说道。我放下书，笑眯眯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说个理由听听。有个领头的半大孩子说道：我们都是附近清河技校的，听说了江小河的事情，知道您为人正义，想要跟着您一起打天下。18岁以下的不行，等你们成年了再来跟我肯定会欢迎。现在还是先回去好好读书。一番筛选，半大孩子不情不愿的走了，场内只剩下了3个20多岁的年轻人。朱老六递过3张纸，老大，这是他们的资料，都是身家清白的。我接过资料，同时用罪恶值扫描了一眼3个年轻人，2个红色的数字加一个黑色的数字，徐浩罪恶值2，洪泽斌罪恶值1，孟成罪恶值73。我心里一动，看向叫孟成的男人，25、26岁的年纪，白白净净的，看起来很斯文。要是没有系统，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老六，你先给他们安排个包厢消遣一下，安排好来我这里一趟。我吩咐完，拿起手中的资料仔细端详起来。孟成25岁，个人经历。清河职业学院电子信息系毕业，无犯罪前科，和朱老六是邻居，家庭背景独子，父母双亡，非常简单。单从资料根本看不出什么，但是73点罪恶值明晃晃的挂在那里，肯定不正常。正在这时，朱老六推开大门，老大，给他们安排好了。老六，这个孟成你认识？朱老六点点头。我从小就认识孟成，他是我邻居。不过今年上半年他卖了房子搬的地方，现在见面比较少。不过您放心，他身家清清白白，绝不会是卧底。我接着问道：我看他家庭背景写着父母双亡。朱老六面带同情，8成也是可怜人，从小丧父，上半年母亲也走了，好像是煤气中毒。周野心里一动，继续追问：煤气中毒？就5月份的事，保险公司还来勘察过事故现场，好像赔了30多万吧。我隐隐猜测到孟成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是73的罪恶者。杀母骗保吗？在大夏国，除非是连环杀人案，或者是一些非常残忍的分尸案，其他案件是很少会适用死刑的。以此作为参照，可见他的73罪恶值极不寻常。只有这种有违人伦的情况，罪恶值才会这么高。我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怒火。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觉得孟成比毒蛇帮的人还要该死。我跟着资料上的地址找到了孟成的家，在楼上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了街道上踽踽独行的孟成。他仿似行将就木的老人，蹒跚的走着。孟成上楼梯的时候，正好遇到了迎面而下的我，当即惊喜道：老大，你怎么来了？我露出疑惑的表情，说道：刚见个朋友，阿长，你也住这呀？是啊，老大去我家坐一下吧，有点简陋，不要嫌弃啊。孟成一脸兴奋的将我往屋里领，我跟他进了屋。孟成给我倒了一杯茶，待在旁边，表情有点犹豫。我将他犹犹豫豫的表情看在眼里，笑问道：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直说，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的话无疑给了孟成信心，他斟酌着说道：老大，你能借我一点钱吗？我知道第一天认识就开口不好，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吹了一口茶叶，问道：多少？我想借1000块钱。孟成原本想借1万的，可是又觉得刚认识不太合适。没问题。我爽快点头。孟成心里暗喜，却见对方又接着问道：不过你要告诉我，
借钱做什么？以前赌博欠了一点钱，不过我现在没赌了，只是还有一点债务没还。我心里了然，放下茶杯。因为赌博欠债，所以你就杀了你母亲来骗取保险。一句话惊得孟成脸色大变，他慌乱辩驳道：你听谁说的？我没有，治安署都调查了，那是一场意外。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你知道吗？我们混社会的从来不将自己的家里情况告诉其他人，就怕祸及家人。就连我们这种人都不能想象一个人要狠到什么程度，才会杀害自己的生母。两句话勾起了孟成内心深处最痛苦的记忆。他迎着我的目光，表情变幻莫测，从疑惑到忏悔。片刻后，他忽然嚎啕大哭起来，哭得涕泪横流，伤心欲绝。你说的没错，是我害死了我妈，我是家里的独子，我爸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我妈含辛茹苦将我养大的。她没读过书，挣不到轻松钱，就只能扛水泥搬沙袋。她身高很矮，只有1.5米，体力还不到男人的一半，所以她只能比别人更吃苦。或许是在心里压抑太久，终于有一个人听自己倾诉。孟成痛哭流涕，哽哽咽咽道：我妈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1个月也只能挣2、3千块钱，甚至还不够我1分钟输赢。她这么多年挣的钱都被我输掉了，1分积蓄都没，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有病都是硬扛。他忽然使劲揪着头发，喃喃道：我的罪孽太重，我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活在世上。我吁了一口气，默默掏出手机。相比刀疤脸，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交给法律审判才更加合适。野哥，你是要报警吗？见到我手上的手机，孟成开口问道。没错。孟成擦干眼泪，目光坚定。野哥，你不用报警，我已经想好了，我妈在下面肯定很孤独，我要下去陪她。遗书我早就写好了。孟成从抽屉掏出一封信递给我。野哥，死之前我能求你2件事吗？你说。我死了以后，你能把我埋在我妈旁边吗？房间抽屉里还有一封信，是我写给我妈的忏悔信，你能替我捎给她吗？我想告诉她，我真心知道错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会好好孝敬她。我点了点头，我答应你。孟成闭上眼睛，我怕疼，所以一直没有勇气自杀，你能帮我一下吗？我没有急着杀他，重新用系统扫描了一眼，只见他的罪恶值已经由73降到了55。在这一刻，他确实是忏悔了，他一心求死。你高考222分，却被清华北大抢着录取，而且清华的校长还说，只要你来清华，不仅学杂费全免，还给你50万的奖学金。北大校长得知后，当即就告诉你，只要你来北大，就给你送一个女朋友，另外再送一套房。然而这2个学校你都拒绝了，并且反手就报考了北京科技大学。而你之所以这么做，全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在觉醒当天就得到了可控核聚变技术。得到技术的你激动的整晚都睡不着觉，因为这项技术可谓逆天般存在，能够开创出一个时代。前一段时间你就搜索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获得诺贝尔奖可以保送清北吗？答案是不能。但如果你掌握了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别说就读清北，就是去当校长都是小菜一碟。当务之急还是送出该项技术。于是你立马拿出一套纸，将可控核聚变技术撰写下来。这一写就是5个小时，足足30页纸。在你写完后的第一时间，便将这30张纸拍成图片，弄成了一个文件，并且附上个人信息，接着就将其发送给了神龙科技大学。这是一所985大学，背靠国科院，名气没有清北大，但口碑却是绝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这所大学的校长是国际核聚变研究团中的神龙国代表，涉猎过相关知识，能看懂核聚变技术。做完这一切后，你并没有休息，虽然掌控了核聚变技术，但涉及到的领域知识，你只懂个皮毛，还需要加深学习。于是你来到了最近的一个图书馆，找到一本能源相关的书籍，坐在角落安静的阅读。检测到宿主正在学习，开启10000倍学习效率。下一秒，你就发现书本上的知识不再晦涩难懂，而是简单的像幼儿园题目一样，只看一眼就理解了。不到10分钟就看完了一本书。于是你站起身，到书架上搬来一大堆的书籍，全神贯注地浏览起来。而你的举动吸引了旁边2个人的注意。这小子真没格局，高考分数出来才复习，不像我们高考完就开始准备下一年的高考了。他看的好像不是5年高考3年模拟，卧槽，固体物理，新能源。他看得这么快，10秒钟翻一页，肯定不是在学习，而是在看插图。旁边2人的窃窃私语丝毫没有影响到你，你正沉浸在知识的海洋，直到日落西山才停下来。最后，你更是从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回家继续阅读。与你的平静相比，神龙科技大学招生部却是炸开了锅。黄主任坐在办公室，边喝枸杞边放松一下，他是真的心累。自从高考结束后，邮箱的信息就多了起来，特别是分数出来后，简直是呈指数爆炸般增长。可大多数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就好像题目是熟蛋反生，打开一瞧，内容却是一幅小鸡啄米图。喝完枸杞，黄主任点开下一个邮箱，我叫林西塔，今年17岁，家住。瞥到题目，黄主任崩溃了，可控核聚变技术。黄主任苦笑的摇摇头，这项技术岂是你一位17岁的小娃娃能掌握的？全世界顶级科研人员汇集在一起，齐心协力的研究可控核聚变，但进展比蜗牛行走还要缓慢，可见这项技术的难度。要是这邮件是真的，别说吃了桌子，就是生吞100吨奥利给我都愿意。
算了，还是象征的瞄一眼吧。打开这份邮件，黄主任瞥了一眼，然而就是这一眼就吸引住了他，忍不住继续浏览下去。他是一位数学教授，在数学领域的造诣不低，但这份邮件上面的数学知识大部分都不懂，也看不出错误的地方，其他领域的知识更是一窍不通。是黄主任目瞪口呆，感觉自己是个数学学渣。就算邮件中的方法不能实现可控核聚变，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个学生是一个天才。于是他立马将这份邮件发送给校长。此时，校长办公室内的杨卫国十分烦恼，不是为学校的事，而是为国际核聚变研究的事。就在昨天，其他国的代表表示，如果神龙国不增多研究团的年投入资金，就踢出去。而且他们这次要求神龙国增多300%，也就是说，以后每年需要多加上千亿的资金，这简直就是无理要求。可神龙国或者说每个大国都离不开核聚变，但又不想当肥羊白交钱。叮的一声，来了一份邮件，紧接着他的手机也响了。喂，是老杨吗？我给你发了一份关于核聚变技术的邮件，你赶紧看一下。还没等杨卫国说话，那边就挂了电话，因为黄主任还要继续看其他邮件。要是别人发这东西，杨卫国肯定认为是在开玩笑，但黄主任这个老头平时不苟言笑，比霸道总裁还要严肃，不是喜欢开玩笑的人。杨卫国叹了一口气，点开邮件一瞧，只是一眼就吸引住了他。这文件，杨卫国的眼睛亮起来，也越来越认真，越浏览越震惊。这我怎么看不懂了？杨卫国震惊到了极致。这份邮件总共30张图，图纸上面有图也有文字，前面几张图的内容他反复观看，没有发现一点错误，但后面的内容他完全看不懂。专业的内容还得让专业的人来看。杨卫国停了下来，拨通了一个号码，集合所有国科院的人，有重要的事让他们保密。说完这句话，杨卫国呼了一口气，他有预感，这份邮件的内容极大可能性能实现核聚变。神龙国要腾飞了。国科院会议室，一大堆的院士聚拢在窃窃私语，他们都是神龙国顶端的人才，大部分头发花白，随便一个都是国宝级别的人物。召集我们是要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商讨核聚变的事。这个漂亮国真是快倒流脓了。他们都义愤填膺，在破口大骂，直到杨卫国进来才安静下来。接下来的东西事关神龙国的未来，非常重要，大家先签了这份保密协议。杨卫国给每人发了一份保密协议，如此严肃，院士们都认真起来，快速的签好协议，等待杨卫国的讲话。我手中有一份文件，共有30页，大家都听一下。还没等杨卫国说完，院士们就围了上来。看到题目，他们眼睛睁大如铜铃。有个院士惊讶地叫了出来：可控核聚变技术，这是最新进展吗？杨卫国咳了一声，郑重地说：这一份不是最近进展，而是完整的核聚变技术，真实性还不确定，所以才让大家研究一下。你高考222分，一封邮件却震惊了整个国科院，只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在觉醒当天就获得了可控核聚变技术。此时国科院的院士们全都炸开了锅，迫不及待想要浏览，甚至动起手来抢杨卫国手中的纸张。别抢，我将文件发给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了一份文件，全都打起了12分精神浏览。这不简单啊，这段我看不懂，那个老李过来一下。老许过来一下，这段涉及到固体物理，我不懂。会议厅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个 Q 值为什么等于2.5214？我看了几遍了，还是理解不了。老许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华清大学的张教授在这领域的造诣颇高，不如请教一下他。两位院士到杨卫国面前，问他可不可以邀请张教授。思考片刻，杨卫国答应了。此时的华清大学内，正在和国际友人进行学术交流的张教授收到了一条信息，邀请他前往国科院，不来后悔一辈子。没有一点犹豫，他选择前往，但旁边的国际友人还在不依不饶。Mr. Zhang， 我认为你的观点不对，Cyber G Punch One 的时候。对，你说的都对。话还没说完，张教授的人影就不见了，只留下国际友人在风中凌乱。在众人的联合下，这份文件被研究了1天1夜，他们都顶着一双熊猫眼，虽然神情疲倦，但依旧不想停下来。好了，大家都停下来。杨卫国拍拍手，示意大家停止，但没有人听他的话。这份文件对于众人来说，吸引力大过天。大家都研究了1天，大部分都研究透了，只剩下最后那一步。杨卫国咳嗽一声，掩盖住尴尬。有位院士想到了什么，大声说：最后这一步，我们都研究了半天，还是一无进展，倒不如请教一下原作者。对呀，其他人纷纷附和，所有人的眼神都转移到杨卫国身上，目光灼灼，几乎要烫出窟窿来。杨校长，你给我们讲解一下最后一步吧。杨有为干笑一声：这我不是原作者。那谁是原作者？快找他过来，让他来传道授业解惑。杨卫国尴尬一笑：我也不知道谁是原作者。众人不敢置信。大家都别急，这份邮件是黄主任发我的，我问一下他。杨卫国掏出手机给黄主任打了个电话，还开了免提。老黄呀，你给我那份邮件是谁发给你的？你问原作者是谁？众人眼睛一亮，连忙竖起耳朵听。对。杨卫国点头。这份邮件还附有个人信息，只不过我忘记一起发给你了，要不现在发给你。有位心急的老院士插嘴：先念一遍，让我们听一下。好。另一边的黄主任盯紧电脑屏幕，照本宣科。我叫林希塔，今年17岁，家住江南省。
是一位高考生，希望以这项核聚变技术让贵校录取我。这超乎了他们的意料，完全不敢置信。有位院士惊呼：我还以为原作者是一个研究团队，或者是一位老教授，没想到是一位少年郎。杨卫国挂断了电话，并阻止了众人的窃窃私语，赞叹道：只能说英雄出少年，有如此少年，何愁神龙国不兴盛？没错没错，其他人都赞同。有个老院士表示，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位少年郎。杨卫国点头，现在就出发。我们也去。你们等我一下，这位少年天才不是想来神龙科技大学就读吗？我去准备一张录取通知书。杨卫国笑呵呵地离开，现场的那些大学教授眼珠子一转，想到了什么，连忙说去厕所，跑进侧厢，连忙掏出了手机。他们签订的协议是不能泄露核聚变技术，但不能说不能截胡。喂，我是张教授，你去江南省。我是石教授，快去江南省。而另一边，你的母亲杨秀玉提了大包小包从菜市场回家，可她在半路上却遇到了一位熟人刘大妈。只见刘大妈打了一声招呼，寒暄几句便进入了正题。我记得你的儿子林希塔也高考了，他考了多少分？杨秀玉如实说，222分。哟，222分已经不低了，今年的专科系210分，这分数有大学读了。我记得你儿子也是高3。杨秀玉随意提了一下，这让刘大妈激动了起来。她正在等杨秀玉说这件事，于是她叹了一口气说：别提了，考砸了，才考了523分，才超过国本系23分，报专业麻烦，真是愁死人了。刘大妈愁眉苦脸，杨秀玉无语了。不用愁，好好学习，将来可以过来给我们家林希塔打工。杨秀玉微微一笑，加快脚步。切，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刘大妈在心里骂了一声，追了上去，继续凡尔赛输出。刘小孩跑过来，大声说：杨阿姨，你家来了一大堆的人，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回去一趟。杨秀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赶紧跑步回家。刚进小区，她就看到了成排的车辆，旁边还有一大堆陌生人。杨秀玉询问：你们来我家有何贵干？还能干什么？肯定是林希塔闯祸了，他们来找你算账。刘大妈在旁边插嘴，有位身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连忙走了过来，打量了杨秀玉一眼，连连说：你就是林希塔的妈妈，不错不错，你生了个好儿子。这番夸奖的话让刘大妈觉得阴阳怪气的，叹息之心更盛。西装男郑重的自我介绍：我是华清大学的校长周天顺，请问你的儿子在家吗？找他有什么事？杨秀玉心里的疑惑更盛。你的儿子太优秀了，我想邀请他到华清大学就读。还没等周校长说完就被打断。华清也配，要来必须来我们北大，我们北大的理科全国第一。我们华清愿意给出50万的奖学金，就50万，狗都瞧不上。两位校长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起手来。这一幕让其他人目瞪口呆。国内绝顶大学的校长为了争夺一位考生，吵得不可开交。最为离谱的是，这位考生的分数才222分。你高考222分，却被清华北大抢着录取，就连国科院的各位院士也前来拜访，只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且在觉醒当天就获得了可控核聚变技术。而此时你家所在的小区，清北两位校长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动起手来。这一幕让其他人目瞪口呆。刘大妈上前一步，这是什么新型的骗术？还好我的手机有反诈 APP， 不然还真上了当。苏家儿子高考才1点点分，还没有我的儿子高，怎么可能被大学疯抢？还是清北？其他人纷纷赞同。周校长冷哼一声：你上网查一下不就行了？有个人掏出手机，在搜索引擎上面查了一下清北大学的校长，对比一下那两个人，不能说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他们两个真是清北大学的校长？所有人都愣住，不敢相信。杨秀玉先反应过来，疑惑虽大，但担忧消失殆尽。我儿子现在在图书馆，我去找回来。我们也去。两位校长跟了上去，剩下街坊邻居们在全都一脸懵逼。刘大妈还喃喃不停：这不可能，不可能。而此时的图书馆中，你还正在认真看着书，桌面响起咚咚咚的声音。抬头一瞧，正是老妈杨秀玉。在老妈的旁边，还有两位西装的中年男人。杨秀玉环视一周，压低声音说：出来一下。你点点头，稍稍整理一下东西，就跟他们出去了。不远处的两个人目瞪口呆。那两个人像不像华清和北大的校长？什么像？就是那两位校长。这哥们真是牛，让两所顶级学府的校长亲自找他。图书馆外面，你盯着这两位西装男，不知道他们是谁，要干什么？回家再说，在这里会影响到别人。杨秀玉说了一句，就领着你回家。在路上，这两位西装男的目光越来越炽热，盯得你心里发毛。还没回到小区，周校长就忍不住开口：林希塔同学，我看你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愿不愿意来我校就读？北大的校长不服，要来也是来我校。你讶然，你们是？两位校长自我介绍了一遍。你点点头，大迈步进了小区，就看到了一大堆的邻居，都是过来吃瓜的。见你不感兴趣，周校长急了，连忙抛出好处：只要你来华清，不仅学杂费全免，还给你50万奖学金。北大校长阴阳怪气的摇摇头：华清真穷，来我北大学杂费全免，奖学金100万，奖学金150万，还送一套房。
送房送车，还送女朋友。不远处的邻居们都震惊了，清北可是神龙国最高学府，所有学子趋之若鹜，现在却送钱送车送房，邀请别人就读。只出现在新闻的情形，却真实的出现在他们眼前。你一脸镇定，你们知道我的高考分数多少吗？周校长信誓旦旦地说，还用猜，肯定不低于700分。你笑着摇摇头，我高考总分222分。两位校长绷不住，这么低的分，值得他们争抢吗？但想起老教授的话，他们都坚信你肯定是一位天才。周校长咬咬牙表示，不管你750分还是0分，只要来华清，奖学金300万，送1辆车和1套房。北大不错，但我觉得华清更好。你还没说完，就传来一阵汽车声，10几辆汽车突然出现在小区的门口处停了下来，一个接着一个人下车，往你的方向而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老头，走在前面的是杨卫国，生气地瞪了清北的教授们一眼，冷声道：“你们干的好事。”清北的老教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杨卫国快步走过去，握住你的手，热情地说：“我叫杨卫国，是神农科技大学的校长，你就是林西塔吧？不错不错，一表人才。”你礼貌地打了个招呼：“杨校长好。”客套话不多说了，我想你对神农科技大学是有好感的，只要你来，条件随便开，我能满足的都满足，实验室随便用。如果你需要科研经费，只要不超过10亿，我都能为你申请。清北的两位校长倒吸一口冷气，不超过10亿的科研经费，看来神农科技大学真是下了血本。这也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校长咬咬牙，我华清愿意给出500万奖学金，1辆宝马和一套150平的房子。北大给同样的待遇，外加本硕连读。周围的人都震惊得目瞪口呆，那群大妈们都用灼灼的目光盯着你，越看越是满意，心里面盘算着把女儿嫁给你。杨卫国瞪了一眼两位校长，语重心长地对你说：“钱是个好东西，但不能被蒙蔽。学习是纯粹的，要遵循本心。你想到哪个学校就读？”杨秀玉拍拍你的肩膀：“无论你选择哪所，老妈都支持你。”清北不错。两位校长微微一笑，但下一刻你话锋一转：“但我更喜欢神龙科技大学。”杨卫国先是惊讶，随即欣慰一笑，再拿出录取通知书递给你：“欢迎加入神农科技大学的大家庭。”清北两位校长叹了一口气，甚是疑惑，不知道为什么你选择了神农科技大学，而不是他们。我已经说过了，钱很重要，但不是万能的。你们两位校长回去好好想一下，你们的教学理念是不是出了问题？杨卫国语重心长地说：“清北两所学府乃神龙国的最顶尖的学校，教学资源雄厚，人才更是多如牛毛。但可惜的是，这群人才大部分都去了国外，而不是留在国内，为神龙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两位校长垂头丧气的，如同被霜打的茄子一样。刘大妈凑了过去，建议地说：“既然你们招不到林西塔，倒不如招我儿子，我儿子比他还要厉害1万倍。不信你可以问一下街坊邻居。”周校长问：“你的儿子高考多少分？”刘大妈一脸的自豪：“523分，可比222分的林西塔高了301分。”周校长叹了一声：“这边可真热啊！”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叫你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北大的校长无语了，就这样的学生，倒贴500万他们都不要。刘大妈脸色铁青：“你们有辱斯文。”另一边，杨秀玉已经请杨卫国进屋，并给他倒了一杯茶。他瞥了一眼站在门外的老头们，他们这是干嘛？我们有重要的事找林先生。有个老头说：“林大志诧异，找我有什么事？”你高考222分，却被清华北大抢着录取。然而这两个学校你都拒绝了，并且反手就报考了北京科技大学。而你之所以这么做，全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在觉醒当天就得到了可控核聚变技术。此时，一大堆老头围在你家门前，一个老头开口说道：“我们有重要的事找林先生。”林大志诧异：“找我有什么事？”杨卫国微微一笑，对林父林母说：“不是找你，而是找林西塔。我们找他有点事，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点私事。”你知道杨卫国在说什么事，就将他带到房间内。杨卫国先开口：“你发过来的邮件最后的内容我们实在是看不懂，能不能请你到国科院指教一下？”指教说不上，互相学习就行。杨卫国知道这是同意了，连忙问：“那你什么时候有空？”随时都有。杨卫国激动地说：“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现在出发，随我到国科院。”你点头：“可以。”你收拾一下东西。留下这句话，杨卫国就出大厅，对林父林母说：“我们准备邀请林西塔同学到神农科技大学参观一下校园，当下就出发。”林大志狐疑：“这么急的吗？”杨卫国编个理由：“明天有国际交流会议，让林西塔同学开一下眼界。”这感情好。林大志高兴的连连点头。站在一旁的杨秀玉提出了疑问：“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录取我儿子？要知道他的高考分数才……”杨卫国微微一笑：“他的潜力很大。”林大志赞同的点点头：“我这儿子就是随我。
和我当年一样优秀。杨卫国好奇地问。哦，不知道林大志先生当年高考多少分？我没参加高考，莫非是保送？果然是胡子无犬父。杨卫国有些佩服，杨秀玉无情的拆台。他读完初中就不读了。杨卫国绷不住了，只能礼貌一笑。分数不是衡量优秀的唯一标准。简单的收拾一下东西，和父母告别之后，你就跟杨卫国他们走了。在离开之前，杨卫国还打了一个电话。今天抵达幸福小区的记者拍的照片、写的文章全部销毁，不得有相关报道。明白了。江南距离北都有几千公里，最合适的交通工具是飞机，需要2-3个小时。你们乘坐的并不是普通飞机，而是军用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那群老院士就围住你，在问东问西，大部分都是关于核聚变的知识，你对答如流，引得老院士们震惊不已，也越来越青睐你。还有一位老不正经的院士提议，我有一位孙女，年纪和你相仿，要不就许配给你。他才17岁，未成年呀。杨卫国打断他的话，抵达北都，回到国科院，杨卫国给你准备好住所，一切都按最高待遇来。你在房子的周围还发现了一堆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你诧异道：这是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不怕1万就怕万一。现在的你可比我们全部的院士还重要。年仅17岁，研究出可控核聚变，不说未来，就是现在，也是所有科研人员穷尽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他也曾怀疑过，这份技术不是你研究出来的，太过骇人听闻，但在你的侃侃而谈的过程中消失殆尽。有如此少年，神龙必兴盛。还有什么需求提出来，我尽量满足你。由于有100倍学习效率，你是越来越喜欢学习了。于是你开口问道：我想问一下，图书馆在哪？杨卫国对你的好感越来越高，不卑不亢，不骄不躁，还不忘学习，简直就是龙中祖龙，凤中元凤。图书馆就在不远处，我带你过去。由于邮件最后那一步，在前往北都的路上，你就为院士们讲解过一遍，他们也都理解了。邮件内容只是理论，实践才是最重要的。需要制造出一个简易的核聚变装置，筹备好材料就开始实验。在国科院的实验室中，杨卫国给院士们分配工作。大家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一下林老师。晚辈不敢称老师。你脸色一脸红，这一群院士年纪大的都可以当自己爷爷了，让他们称呼老师，实在是不敢当。达者为师。老院士们呵呵一笑，抵达各自的工作岗位，开始工作。杨卫国还以为实验的进展会十分缓慢，但没想到在你的指导之下，不但速度出奇的快，还非常顺利。林老师，这个碳的同位素的空间结构，离子体在装置中会不会产生？用这个做材料，反应温度达到900万时，能不能承受得住？在这2天内，院士们就像好学的学生这样，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跑来问你。你的讲解让他们豁然开朗，对你的敬佩之心直线上升。经过他们的努力，核聚变的反应舱完成了，还剩下最后一步，就是让2个原子核开始反应，聚合成为1个原子核，并收集释放而出的能量。他们选择的原子是氢的同位素氘核氚。杨卫国叹了一口气，要是让我们自己搞这个反应装置，没有1-2个月都完成不了。没错。有位老院士点点头，目光炽热地盯着你。林老师，你就是我的神。你不置可否，微微一笑。现在就让我们启动装置，检验可行性。好，见证历史的时刻到了，启动反应。杨卫国一声令下，院士们丝毫不敢大意，在监控着数据。温度在上升，1万度、100万度、1000万度、5000万度，装置正常运行；9000万度，装置正常运行；1.5亿度，装置正常运行423秒；1.5亿度，装置正常运行600秒。监控数据的院士们顶着一双熊猫眼，但却活力满满，激动异常地爆出振奋人心的数据。反应舱并不大，只有衣柜般大小，虽然简易，但技术却是高级，价格更是不菲，光是材料就价值10个亿，这是神龙国崛起的希望。所有人的眼睛都一眨不眨，紧紧盯着反应舱上面的灯泡。如果灯泡亮起，说明有电，也就是说装置能够发电，成功了。亮啊亮啊！有位老院士虔诚的祈祷，我愿意用杨卫国孙子100年的单身，换取灯泡能够亮起来。杨卫国怒了，你什么意思？他只有一个孙子，这是他们杨家的独苗，要是单身100年，杨家就绝后了。那位老院士反问，你不愿意吗？杨卫国傻眼了，似乎是愿意。噔的一声，灯泡亮起，亮了亮了！所有人几乎同时大喊成功了，全都兴奋不已，更有一部分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你高考222分，却被清华北大抢着录取。然而这2个学校你都拒绝了，并且反手就报考了北京科技大学。而你之所以这么做，全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在觉醒当天就得到了可控核聚变技术。经过大家的努力，特别是林西塔同学，我们的可控核聚变装置成功了。这标志着可控核聚变技术彻底突破，必将成为神龙国史上的里程碑。大家也辛苦了，都回去休息一下，我也要回去写一份报告，传达到上面。院士们脸色疲倦，但眼中燃着炽热的火焰。和你告别后，他们就回去睡觉了。杨卫国拍了一下你的肩膀，林同学，你也回去睡一觉。
你点点头，你和院士一样，也有1-2天没休息了。杨卫国将你送回寝室休息，便回到办公室撰写报告。报告刚写完，手机就响了。老杨，你赶紧看一下微博，网友的评论对林同学有些不友好。哦，我现在就看。有关你的事，杨卫国都十分上心，连忙上网查看一下，在热搜榜上找到关于你的内容。热搜第10名，清北等名校疯抢一位考生，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这是一家名为朱建筹媒体发表的报道，文章讲述了在幸福小区发生的事，还挖了一下你的身份，发现你是一位差生。文章暗指你能够被疯抢，背后有见不得光的手段，极大的可能性是超能力。网友们都被带了节奏。笑死！高考222分都被清北疯抢，最后被神龙科技大学录取。我那250分岂不是要被哈佛录取？神龙的大学真是烂到骨子里了。我想上清北，问需要多少钱？华清大学北斗大学。我不是让江南省的媒体不能报道吗？这个朱建筹好呀，真是找死！杨卫国大怒，拨打了一个电话。而此时的朱建筹媒体办公地，老板召集所有的员工，当场表彰小朱。我们身为媒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流量，流量就是钱，赚钱不寒碜。大家都向小朱多学习一下，挖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文章，再艺术加工一点点，真实性那是主流媒体追求的。现在我宣布，小朱就是总编了，愿基本工资涨到2万，并奖5万块钱。员工们纷纷大喊：老板大气！就在气氛达到顶峰时，前台小妹跑过来：老板，相关部门的人来了。快请！还没等他说完，相关部门的人就闯了进来，将一张纸甩在他脸上。朱建筹媒体捏造事实，污蔑名校及其英雄少年，影响极其恶劣，取消营业执照，注销工作室，罚款5000万。这是怎么回事？老板都懵了。等法院传票，橘子不蹲个10年8年的，算你祖坟着火了。话说完，相关部门的人扬长而去。捏造事实，污蔑名校。老板喃喃自语，目光落在小朱的身上。这不就是小朱的报道吗？二大爷，小朱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无情的打断。我不是你二大爷，真是后悔，早就知道你是个庸才，因为和你有亲戚关系才录取你，对你有恩。没想到你人将仇报，老子从乞丐一步一个脚印才成为一个工作室的老板，却被你一篇报道打入锅底。老板的眼神越来越阴鸷。老板，这不关我的事，我也是按照你的。一巴掌拨过去，将小朱先倒在地，牙都掉了一颗，嘴角还有血渍溢出。给老子滚！要是老子蹲橘子，肯定不会放过你，拉你一起垫你的。老板面目狰狞的咆哮。小朱脸色苍白，身体比软脚虾还软，没有一丝力气站起来，心如死灰。真是热了个狗啊！杨卫国骂骂咧咧的，他打电话到江南省问清楚情况，那边的部门通知了主流媒体，不允许报道有关你的内容，但却漏了通知朱建筹这个不入流的小媒体。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杨卫国开口：请进。有位中年男人表情忧愁的走进来，还没喘顺气就迫不及待开口：飘飘国那边又整出幺蛾子了，给我们下最后的通牒，如果5天之内不补缴齐全费用，就将我们神龙国踢出去。杨卫国冷笑一声：不用5天，我就能给他们答复。我们的答复是，到时候你自然知道。杨卫国神秘一笑，拿着手中的报告往神龙国最重要的地方大步流星而去。当天晚上，上面紧急召开会议。翌日早上，杨卫国脸色疲倦，嘴唇干裂，却心不如飞地走出会议室，脸上遮挡不住的是兴奋。他找到你问：要是有人欺负我们神龙国，该怎么办？狗咬了我们会去咬狗吗？杨卫国没有回复，在等你的答案，你气势十足地说：当然不会，而是打死他。杨卫国抚掌大笑。不错不错，说得好，就得打烂他的狗头。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吗？关于核聚变的事，过2天你看一下新闻，我要出国一趟。要是有什么需求提尽管提，无聊的话可以在北都逛一下，任何消费都报销。你开玩笑的说，要是我想买一套别墅呢？别说买别墅，就是买4合院都可以报销。留下这句话，杨卫国就离开了。而此时的飘飘国，一位身穿西装、戴着比红领巾还鲜艳领带的老人正在夸夸其谈，他就是飘飘国的掌权人董王。董王目光炯炯有神，嘴角咧出一丝微笑。没有人比我更懂神龙国，他们更喜欢核聚变技术，为具备基础只能乖乖的交到钱。有一位皮肤黝黑、左手有味道的人大声附和：飘飘国大哥说的对。他就是阿三国的代表董王大悦，给这位小弟一个眼神，让他接着话说下去。阿三代表啥也不懂，最会察言观色，连忙站起来：神龙国的代表都是旧的，不如我们寻找记忆设计者，还需要他们去抽动飞扬的视频，让全世界的人瞧瞧。董王竖起大拇指，让手下人叫来一群记者。阿三代表凑上去，小声地问：飘飘国大哥，能不能再卖给我们10这战斗机？董王诧异：前2个月不是更卖10，这样吗？
你高考222分，却被清华北大抢着录取。然而这2个学校你都拒绝了，并且反手就报考了北京科技大学。而你之所以这么做，全因你觉醒了神级文明系统，并在觉醒当天就得到了可控核聚变技术。有9加追击了，还有1加呢。阿三代表叹了一口气，还没开就爆炸了。董王拍了一下阿三代表的肩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10加现金的战斗机，是你带的加 -16， 没给你们了，还是飘飘过大个好爽。阿三代表兴奋地笑了起来，董王比他还兴奋，望向阿三代表的目光越来越像在看一头肥羊。他卖给阿三的战斗机不是什么新一代的好东西，而是飘飘国10年前就淘汰，和废铁没什么区别的战斗机，卖的价格还贼贵。董王在心里给自己竖起大拇指。我这是我是你的小难受。神龙国代表抵达了，杨卫国带领一队人迈着沉稳的步履出现在现场，飘飘国的记者连忙将摄像头对准他们。董王也不废话，直奔主题的说：神龙国身为人口第1大国，如果核聚变技术研究成功，我立即定是伟大的，对加码费用理所当然。杨卫国面色平静，费用的多少是以人数的指定的吗？董王点点头，当然是了。杨卫国笑着说：那阿三国作为人口第2大国，总人口也超过14亿，是不是要多交钱？阿三代表连忙摇头，不是这样的，现在用来买战斗机了，那还有多一点钱交那费用，你们神龙国比我们那上富。杨卫国镇定地问：飘飘国更加富，是不是要多缴呢？董王一脸不耐烦：我们通过投票决定，让你神龙国多交那费用，如果不交呢，就请退出。说完还给记者们一个眼神，记者们秒懂，摄像头都要对到杨卫国的脸上。杨卫国不屑一笑，掷地有声地说：我们神龙国选择退出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团。全场一片沸腾。董王懵了，他的本意不是逼走神龙国，而是让其多交钱。可控核聚变技术是一项烧钱的研究项目，迄今为止投入上万亿的资金，但却没有重大性的突破。神龙国退出会导致研究团出现资金缺口。董王脸色不悦，神龙国一定要这样做吗？面对威胁，神龙国从不妥协。我还有事，恕不奉陪。留下这句话，杨卫国带领神龙国的人迈着六亲不认的脚步扬长而去，只留下众人在现场目瞪口呆。董王怔了一下胸前红领巾一样的领带，昂起头颅自信地说：没有人比我更懂神龙国。过去1年，他们一定求着我们让他们回来。飘飘国大个说的对。阿三代表连忙附和。神龙国霸气回绝董王无理要求的场景被记者们刊登了出来，轰动了全世界，全球的网友都在议论纷纷。神龙国如此无脑的原因是什么？肯定是没有喝到我们喝的水，是我少了149七标，这得神龙后悔。相比外国，国内的网友大部分都在担忧，因为核聚变技术实在太重要了。有专家指出，研究出可控核聚变能够改变世界的格局。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发动战争的目的都是掠夺资源。可控核聚变能生产出极其恐怖的资源。我有一个朋友，回对的太解气了，但问题是，他只是个孩子。我们不能没有核聚变技术，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我是王刚，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处必定掀起能源革命时代，我们中途退出，肯定损失惨重。要知道，上几个世纪我们就没有搭上工业革命的顺风车。网友们的讨论将话题推到热搜榜第1，上面直接回应：请相信国家。这条回答给大部分网友吃了定心丸，你有些哭笑不得。杨校长说的新闻就是这个，这个董王太愚蠢了，在这个节骨眼排挤神龙国。现在我们直接不跟你玩了。杨卫国走了进来，笑呵呵地问：怎么样，我对的好不？甚爽。哈哈，这是我代表神龙国说的最解气的一次。总休眠够了，醒来时必定长吟一声。杨卫国的眸中闪过一抹光。回溯历史，我们神龙国不是一直兴盛，而是兴盛几百年之后，就会有一段低迷的时候，熬过这一段时间，又会强大起来。我认为神龙国低迷的时候已过，即将拉开兴盛时代的帷幕。你点点头，认同他的话。我身怀神级文明系统，带领神龙国强盛，不过时间的问题。自己的系统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帮助神龙再造巅峰。英雄所见略同。杨卫国拍了一下你的肩膀，拿出一封文件递给你。这是什么？打开看看。你打开一瞧，上面的内容让你愣了一下，也让你热血沸腾了起来。是一封邀请文件，大概的内容就是上面要建一座可控核聚变发电站，邀请你担任总工程师，指导项目的完成。项目拨款100亿，不够还可以申请。你本人的待遇，月基本工资1000万，1000万有多少？存进银行，不用工作靠吃利息，可以富裕的过完一辈子。令你振奋的不是钱，而是这项目。这就得说一下可控核聚变技术的优点：原料充足，低廉到不用
钱，安全可靠，且对环境没有污染。最为重要的是，输出的能量极其恐怖，建筑好一座发电站，输出的电足够供应整个神龙国。已表态，我愿意担任总工程师，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找一块风水宝地，充当发电站的地址。翌日，城外的一处军队驻扎地，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伸长脖子在眺望。他叫文大喜，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地质勘察专家。车声隆隆，有一辆绿皮军车从远处驾驶而至，停在驻扎地旁。文大喜快步而去，握住下车人的手。你就是总工程师吧？不是我。杨卫国微微一笑，指着身旁的你，是他，林总工程师。文大喜目瞪口呆。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年郎，连胡子都没有长，实在是稚嫩，比他孙子的年龄还小。杨卫国哈哈一笑，打者为领导。